谁能想到，在这漫天灯火的晚上，克洛戴尔竟然站在了高墙边缘。基安大声喊道：“克洛戴尔，你在干什么？快给我下来！”可一切都太晚了。克洛戴尔轻声说：“基安，我曾经真的很想相信你。”这一句话彻底断绝了两人最后的可能。克洛戴尔轻声说着：“你曾说过，只要有了孩子，你就会信我。我以为那时候我们就能幸福了。”基安近乎哀求地喊着：“我相信你，我真的相信你，求你了，快抓住我的手！”可换来的只有2个字：谎言。他最后想的是，如果我不是贝尔蒙特家的人，该有多好。随着一声落水响，一切都结束了。马车摇摇晃晃，哈娜看着眼前的场面，忍不住抱怨：提姆尼斯家也太绝了，自家小姐出嫁，竟然连一个随从都不给。虽然两家是死对头，但这做的也太过分了。克洛戴尔沉默着，心里只剩下2个字：仇人。没错，这2个家族曾经是王国的2大支柱，一个是战场上的霸主，一个是玩弄权术的外交官，一个拿刀，一个靠嘴。这2家人注定这辈子都没法安生了。曾经这2大家族联手，确实让王国过了一段太平日子。可谁能想到，这份和平竟然毁在了一件小事上。仅仅是因为宴会菜肴里的一枚贝壳，2家人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斗，从鸡毛蒜皮的小摩擦演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大冲突，最后连两边的老百姓都开始互相仇视。直到那一天，北方领地遭遇了罕见的大旱灾，原本脆弱的平衡彻底崩了，地裂了，粮断了，走投无路的平民们只能带着家人背井离乡。为了不让北方彻底垮掉，我们需要南方提姆尼斯家的粮食，那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所以国王下了一道死命令，让基安强娶提姆尼斯家的女儿，也就是眼前的克洛戴尔。大旱灾根本没有停的意思，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领地的百姓一个个被活活饿死。作为交换，提姆尼斯家终于答应开仓放粮，而克洛戴尔就是那份换取粮食的聘礼。只要能让那些孩子吃上饭，这场荒唐的婚礼我认了。提姆尼斯家的宅邸里现在已经吵翻了天，家臣们一个个义愤填膺，觉得跟死对头联姻简直是家族的奇耻大辱，全是因为那个没用的傀儡国王非要让2家结亲，这简直是把家族的尊严按在地上摩擦。基安听得心烦，冷冷地吐出2个字：闭嘴。难道他不知道2家是仇人吗？这种事还轮不到别人来叫他。就在这时，仆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外面雨实在太大，新娘的马车被困在吊桥对面，根本进不来。看着被困在雨中的马车，基安冷笑了一声，看来提姆尼斯家的新娘在这里确实不受欢迎。他根本没打算去接人，反而冷冰冰地交代管家，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自己从马车里走过来。外面可是倾盆大雨，女仆哈娜急得不行，赶紧跑去打听公爵的意思。结果管家支支吾吾地开口：公爵大人说了，让新娘下车，自己走回宅邸。哈娜整个人都傻了，这种天气让穿着婚纱的新娘不行，这哪里是接亲？哈娜气的声音都在发抖，这一路连个接应的随从都没有，现在竟然还要新娘淋雨走过去。提姆尼斯家就是这么待客的吗？克洛戴尔在车里叫住了他，抱怨根本解决不了问题。这件婚纱确实又重又累赘，但他还是伸出手，决定自己走入这场暴雨。别人结婚都是鲜花铺路，穿着最漂亮的鞋子，而他只能在泥泞里挣扎。更讽刺的是，那个名义上的丈夫基安，早在半个月前就借口有急事，把他一个人丢在半路上。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只有他一个人在苦苦支撑。克洛戴尔心里很清楚，基安这种态度就是压根没打算承认他这个新娘。好不容易进了家门，哈娜看着浑身湿透的小姐，赶紧吩咐宅邸的女仆去准备热水，顺便把壁炉也点上。可这群人根本没打算动弹，反而聚在一起阴阳怪气，说贝尔蒙特家的人不是住在冰城吗？怎么淋点雨就寒了？哈娜气得不行，这群下人简直是反了天了，到底懂不懂什么叫规矩？结果对方笑得更猖狂了，说哈娜才是那个不懂规矩的新人，让他搞清楚状况。这里可是提姆尼斯家，看来在这个家里，连个端茶倒水的佣人都敢骑到他们头上作威作福。这群下人越说越过分，甚至开始嘲讽克洛戴尔出身卑微，说他不过是没落贵族的穷亲戚。哈娜气得刚要上前理论，却被克洛戴尔一把拦住。他根本没打算跟这群人浪费口舌，只是语气平淡的吩咐去准备换洗的衣服。哈娜临走前狠狠瞪了他们一眼，警告这群人最好见好就收。回到房间，哈娜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毕竟公爵马上就要见新娘了，要是看到小姐现在这副狼狈样，肯定会更加嫌弃。他一边念叨着，一边想方设法要给小姐好好打扮，觉得只要足够漂亮，男人总会心软的。看着哈娜忙前忙后的样子，克洛戴尔反而笑了，他轻声安慰着哈娜，其实心里早就做好了面对最坏打算的准备。哈娜实在看不下去了，这屋里冷冰冰的，连口热水都没有，他风风火火地冲出门，非要给自家小姐讨个公道。克洛戴尔拦都拦不住，只能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房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心里满是苦涩。而此时在宅邸的另一头，基安正独自坐在黑暗里，他盯着手里的酒杯，心里烦透了。一想到新婚之夜竟然要跟贝尔蒙特家的人一起过，他就觉得这简直是种耻辱。就在这时，管家在门外轻轻敲了敲门，提醒他时间到了，该来的总会来。这场各怀心思的见面终究是躲不过去了。基安冷哼一声，极不情愿地站起身，朝着新房走去。走廊里全是哈内的骂声，他实在憋不住了，指着这群人的鼻子大骂，说他们简直没人性，连件干净衣服都不给小姐换。就在这时，房门被猛地推开，基安一脸冷漠地走了进来。
面对哈娜的指责，他不仅没有半点愧疚，反而当着克洛戴尔的面说出了一句让人心寒的话。他说：“反正待会儿都要脱掉，根本没必要费劲去准备什么衣服。”还没等哈娜反应过来，基安就冷冷地吐出2个字：“让他滚出去。”这下屋里的气氛彻底降到了冰点。哈娜愣在原地，而身后的克洛戴尔始终一言不发。面对基安刚才的羞辱，克洛戴尔没有哭闹，反而平静地转过身，直截了当地问他：“要我现在脱吗？”基安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冷静，他打量着眼前的女人，发现她比看起来还要瘦弱，甚至怀疑就她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能不能撑过今晚。他坐回床边，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语气轻佻的让他继续，但他又补了一句：“如果你没法让我提起兴趣，那今晚就到此为止。”这哪里是新婚之夜，简直就是一场要把人自尊踩碎的博弈。克洛戴尔慢慢走上前，伸手解开了基安的衬衫扣子，既然躲不掉，他选择亲手拉开这序幕。基安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没有半点温存。他突然开口问：“你叫什么名字来着？”这简直是最大的羞辱。结婚当天，新郎竟然连新娘的名字都没记住。克洛戴尔停顿了一下，轻声报出了自己的全名，尤其是最后那个姓氏贝尔蒙特。听到这个名字，基安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个晦气到极点的姓氏。他随手熄灭了旁边的蜡烛，伸手捏住克洛戴尔的下巴。他在心里暗暗发狠，今晚倒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资格冠上我的姓氏。他盯着克洛戴尔，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说：“能不能换掉那个姓氏，能不能留在这个家，全看你今晚的表现了。”深夜的走廊静得吓人，谁能想到门口竟然放着这种东西？一个女仆早就盯上这里了。他动作很快，趁着没人发现，直接把东西劫到了手里。这下总算得手了。他没有片刻停留，提着裙子消失在黑暗中。敲门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管家在门外催促，说是该去完成最后的仪式了。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带进了阴暗的地道。他忍不住问：“这到底是去哪？”管家头也不回地说：“按照规矩，家族的继任女主人必须去墓地向先祖致意。”就在这时，管家停下了脚步，阴森的墓地大门已经在他们面前打开了。这地方比想象中还要压抑，巨大的石棺整齐排列，仿佛在等待着新的主人。管家在一旁不紧不慢地说：“按照提姆尼斯家族的传统，每个人的墓碑上都要刻满生前的功勋。”克洛戴尔走上前，当他看清石碑上的字迹时，整个人都定住了，上面赫然写着他自己的名字。除了这个王后的头衔，以后还能刻上什么呢？他还没想出答案，管家却在一旁悠悠地开口：“看来您对自己未来的安息之地还算满意。”基安的声音突然响起，他随手打发了守墓人，语气冷得像这墓地的石头。他看着克洛戴尔说：“看来夫人对这块墓碑还挺满意的。”管家低头领命，基安却没打算就此罢手，他转身示意克洛戴尔跟上，每一步都带着不容置疑的压力。克洛戴尔刚想往右走，就被他一把拽住。他冷笑着嘲讽：“连这种基本的规矩都不懂吗？”在这阴森的家族墓地里，他不仅要掌控他的生死，连他脚下的路都要由他来定。基安的动作依旧粗鲁，他拽着克洛戴尔大步向前，完全不顾旁人的眼光。可克洛戴尔低头看了看手腕，虽然被抓得很紧，却一点都不觉得疼。这让他想起昨晚那个男人明明表现得那么疯狂，可到了今天早上，身体竟然没有任何不适。这种奇怪的克制让克洛戴尔开始怀疑，这个冷血的男人到底哪一面才是真的。克洛戴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那个冷冰冰的基安难道真的在体贴他？他突然想起一个传闻，在奥伯伦王国有个传统，如果丈夫对新婚妻子很满意，出夜之后会送上贵重的礼物。这不仅仅是送东西，更代表了一种认可和尊重，说明丈夫并没有轻视这段婚姻。克洛戴尔悄悄看向基安，这个男人依旧面无表情，让人根本猜不透他的心思。他心里很清楚，这份礼物将决定他以后在家族里的地位。看来那份期待已久的礼物终究还是没有出现。克洛戴尔心里很清楚，这代表基安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基安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两人就这样各怀心思，直到夜幕降临，晚宴上的气氛有些沉闷。基安独自摇晃着酒杯，周围的喧嚣似乎都与他无关。他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的影子，本以为他会哭闹或者哀求，可他的反应却完全不在预料之中。基安喝下一口红酒，低声给出了评价：“真是个奇怪的女人。”基安盯着眼前的克洛戴尔，心里满是怀疑，这个女人难道真的想寻死吗？昨晚他那副抗拒的样子，到现在还让他耿耿于怀，甚至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可即便如此，基安还是拿出了最珍贵的诚意，那是他母亲留下的蓝钻戒指，代表了他对这段婚姻的承诺。然而现在的克洛戴尔手上竟然空空如也，连戒指的影子都看不见。基安的眼神冷了下去，是他根本看不上这份礼物，还是说他的野心远不止于此？晚宴上的官员们根本没把这场婚礼当回事，在他们眼里，这不过是一场为期1年的交易。有人甚至已经开始倒计时，恨不得立刻把克洛戴尔的家族从这片领地上彻底铲除。他们笑着举起酒杯，嘴上说着恭喜大婚的客套话，心里却在盘算着1年后该怎么收场。听着这些虚伪的祝贺，基安只是沉默地闭上眼。这种毫无感情的婚姻，真的有什么好庆祝的吗？席间的官员越说越过分，在他眼里，克洛戴尔不过是个没人要的麻烦精，甚至庆幸基安娶的不是公爵的亲生女儿。毕竟，如果是那位受宠的千金，要是像昨天那样被冷落，公爵恐怕早就派刺客找上门了。基安听着这些刺耳的话，想起了一些传闻，这个名义上的公爵之女，其实身份非常尴尬，
原来克洛戴尔的生父曾因为继承权争夺被赶出家门，而他只是父亲与平民女子生下的私生女。在法律严苛的奥伯伦，这种跨越阶级的婚姻根本不被承认。这也意味着克洛戴尔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是一个被家族抛弃的棋子。在10岁之前，克洛戴尔一直是个没有身份的孩子，直到他的母亲意外去世，父亲才把他带回了那座冰冷的城堡。可好景不长，父亲很快也撒手人寰，临终前留下遗嘱，把这个可怜的女儿托付给了叔叔。基安看着眼前的女人，心里已经明白了7、8分。她之所以能被公爵收养，仅仅是因为她那头红发和金色的眼睛，证明了她身上流着家族的血脉。可就在这时，席间的官员竟然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他笑着对基安说：“等1年婚约结束，您把这女人踢开的时候，能不能把她送给我？”基安显然没听清，或者说他不敢相信对方竟然这么大胆。官员却一脸淡定地解释说，他年轻时就对那个家族的女人念念不忘，可惜这穷乡僻壤的地方根本没有贵族小姐愿意嫁过来。他盯着克洛戴尔，语气里满是算计。既然这女人已经被家族抛弃了，等1年后您把她赶出门，她根本没地方可去，所以请公爵大人把她赏给我吧。基安听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冷冰冰地丢下一句：“随你便。”这一句话直接决定了克洛戴尔未来的命运。在这个男人眼里，他的新婚妻子竟然是可以随便送人的物件。就在这时，贝尔蒙特公爵已经赶到了城堡。基安听完汇报，脸上露出一丝嘲讽。在他看来，这位叔叔大人真是准时的可怕，只要一提到彩礼钱，他跑得比催债的还要快。此时的客厅里，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公爵大摇大摆地坐着，对面就是他亲手送过来的克洛戴尔。看着眼前沉默的侄女，公爵心里竟然还在好奇，这个被他当成商品卖掉的女孩，现在到底是什么心情？他根本不在乎克洛戴尔的死活，他在乎的只有那笔即将到手的巨款。面对这个把自己卖掉的亲人，克洛戴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沉默地坐在一旁。公爵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这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他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你已经做好去死的准备了吗？基安站在窗前，那个老狐狸一到地方就急着去见那个女人，这绝对不是什么父女情深。看来新婚之夜他的反常全都是听命于那个老家伙故意演出来的戏码。明明知道这可能是个圈套，可为什么还是会忍不住去在意？算了，他毕竟是那个家族的人，甚至连送他的礼物都不肯收，这种日子还是快点结束吧。谁能想到，公爵开口的第一句话竟然是问侄女死期准备的怎么样了？克洛戴尔平静地回答：“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身体也确实越来越差了。这正是公爵想要的答案。如您所愿，我的公爵大人。”公爵听完，不仅没心疼，反而觉得松了一口气。在他眼里，侄女不过是报复工具。他冷笑着说：“等复仇结束的那天，你的死会成为家族最伟大的牺牲。”看到克洛戴尔日渐消瘦，他关心的竟然是婚礼有没有按计划进行。克洛戴尔低声回答：“一切都如他所愿。”公爵这下彻底放心了，只要婚礼顺利完成，他就能在背后给基安致命一击。公爵的计划简直丧心病狂，他打算等侄女一死，就把所有罪名扣在基安头上，让他为这桩婚事付出代价。他甚至要求克洛戴尔死之前都要心怀感激，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家族的利益。克洛戴尔面无表情地回答：“如您所愿。”公爵得意的冷笑，基安那个蠢货马上就要到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花大价钱娶回去的不是新娘，而是亲手给自己挖好的坟墓。在公爵狂妄的笑声中，克洛戴尔只能沉默的忍受，他就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鸟，等待着注定的结局。与此同时，基安已经带人踏入了公爵府，对他来说，一想到要见到那个老狐狸就觉得倒胃口。基安甚至在认真考虑，要不要干脆在这里直接把那个男人解决掉。如果能亲手把公爵送进地下墓穴，那场面一定会非常精彩。基安还没走多远，就被一个女人拦住了去路。来人正是他的远房亲戚安蒂奥尼。他一开口就带着质问的语气，显然已经憋了很久。基安却连头都没抬，冷淡地问他到底想干什么。安蒂奥尼的情绪瞬间失控，他根本无法接受基安竟然会娶那个女人。他死死盯着基安，声音里满是不甘心。他大声质问：“明明我才是最合适的人选，你凭什么选了别人而没有选我？”面对安蒂奥尼的质问，基安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他反问道：“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安蒂奥尼还不肯死心，他打起感情牌，声称自己从小到大只爱基安一个人，求他不要这么绝情。可这些话在基安听来，只觉得无比厌烦。他给过这个女人体面，可对方却一直在得寸进尺。基安彻底失去了耐心，他冷冷地警告安蒂奥尼：“既然你对这桩婚事有意见，那就直接去找国王谈吧。”这句话一出，等于直接判了安蒂奥尼死刑。在这座皇宫里，没人敢违抗国王的旨意。基安连一个眼神都懒得施舍，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要不是看在家族的面子上，他根本不会忍到现在。这已经是最后的警告。基安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只留下安蒂奥尼一个人，狼狈地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周围那些看热闹的名媛们立刻围了上来，他们嘴上说着夸奖的话，语气里却全是刀子。有人阴阳怪气地嘲讽说：“他这下可出名了，基安殿下这辈子恐怕都忘不了他今天的精彩表现。”原本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结果却成了全皇宫的笑柄。安蒂奥尼气得浑身发抖，他怎么也想不到那个卑贱的女人竟然敢爬上殿下的床。在安蒂奥尼心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从小到大目光就没离开过基安，他一直默默注视着这个男人，等待着长大成人的那一天。更何况他的母亲也来自名门，他身上流淌着高贵的血统，这让他无比自信。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基安最后一定会娶她为妻，因为只有他才配得上那份高贵的血脉。安迪奥尼的眼神变得阴冷，他死死盯着前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基安身边的那个位置，从始至终都只能属于他一个人，谁要是敢抢，就要付出代价。皇宫的角落里，名媛们还在小声议论，他们觉得要是安迪奥尼当上公爵夫人，日子肯定比现在精彩得多。毕竟安迪奥尼曾许诺过会举办数不清的舞会，还会邀请最英俊的骑士团成员，这让大家都对他念念不忘。而此时的安迪奥尼正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觉得昨天没去参加宴会，全是因为自己受了太大的委屈。他看着窗外，心里满是对基安的痴迷，还有对克洛戴尔的恨意。他坚信基安是被那个魔女给骗了。就在这时，女仆悄悄走了过来，安迪奥尼的眼神瞬间变得锐利，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确认一个事实：基安昨晚是不是真的和那个女人在一起？还没等女仆回答，安迪奥尼就压低声音追问：“我要你办的事情，东西都带过来了吗？”看来他已经准备好要动手了。女仆小心翼翼地递上盒子，东西总算到手了。安迪奥尼最关心的还是那些作为证据的花。听到花已经被烧得干干净净，他这才松了一口气。一想到那个女人缠着殿下，他就恨得咬牙切齿。这种事他绝对不能原谅。女仆也是个聪明人，立刻表示愿意效犬马之劳。要是针对那个女人的行动，他随叫随到。安迪奥尼听完非常满意，他傲慢地许下承诺，等他将来坐上公爵夫人的位子，绝对少不了女仆的好处。两人各怀鬼胎地道了别。安迪奥尼迫不及待地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精致的蓝宝石戒指。他缓缓将戒指戴在手上，看折指间闪烁的光芒，仿佛那个梦寐以求的位子已经近在咫尺了。安迪奥尼看着手上的戒指，语气里透着一股疯狂。他让基安再多等他一会儿，因为他绝不会放过那个魔女。与此同时，公爵正准备离开，虽然这次没能完全如愿，但他显然记住了基安给的恩惠。基安礼貌地送别了这家人，祝他们回城的路上一路平安。随着马车缓缓驶出庄园，这场闹剧总算告一段落。基安转过身，看着身边的克洛戴尔，他突然提到了那份初夜的礼物，说那件东西对他很有意义。克洛戴尔愣了一下，他还没反应过来基安话里到底藏着什么深意。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基安就直接停下脚步，语气里带着一丝让人不安的压迫感。他盯着克洛戴尔问：“是不是那份礼物不合心意，所以才表现得那么冷淡？到底是不喜欢那份礼物，还是讨厌他这个人？”克洛戴尔想开口反驳，却根本找不到机会。基安的话越说越重，甚至开始质疑公爵是不是根本没教过他最基本的礼仪。这已经不是在吵架了，这是赤裸裸的羞辱。基安冷冷的提醒：“收到了初夜礼物就该立刻带上，这是最基本的规矩。”克洛戴尔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想起结婚那天，他看自己的眼神比现在还要冰冷。原来那时候他不是针对某个人，而是对整个局面都不满意。还没等他想明白，基安就不耐烦地打断了他。他再次质问：“是不是真的不喜欢那份礼物？”克洛戴尔赶紧解释，说自己其实非常喜欢那份礼物。基安却根本不买账，既然喜欢，为什么来见他的时候不带上？他低着头支支吾吾，最后只能找借口说是觉得自己配不上那么贵重的东西。听到这个回答，基安脸上的冷漠并没有消散，他只是随口回了一句：“行吧。”随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基安示意他进屋，克洛戴尔却在心里不停地埋怨自己，刚才为什么要撒那个谎？这下事情彻底弄复杂了。与此同时，屋里的气氛也降到了冰点。哈娜正对着女仆们大发雷霆，觉得这帮人简直是疯了，竟然敢错过订好的饭点。他厉声命令所有人立刻把晚餐给公爵夫人送过去，1秒钟都不许再耽误。府里的女仆竟然公然克扣伙食，甚至放狠话，说就算克洛戴尔饿死，公爵大人也绝不会多看一眼。他们甚至开始议论，说基安很快就会迎娶新欢，现在的公爵夫人根本就是个废物。哈娜气得浑身发抖，哪怕只有一片面包，她也一定要给自家主人带过去。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克洛戴尔推门而入，冷冷地叫停了这场闹剧。克洛戴尔现在什么都不想吃，他冷淡地遣散了所有人，只想一个人静静。哈娜还是不放心，一路小跑跟在后面劝他，觉得哪怕只吃一点也行。克洛戴尔再次拒绝了，他坐在空荡荡的桌边，整个人显得非常消沉。哈娜担心他是感冒加重了，可克洛戴尔心里清楚，这种无力感根本不是靠吃药就能治好的。哈娜拉着夫人的手，求他一定要把心事说出来，毕竟在这府里，只有自己是他唯一的依靠。克洛戴尔终于开口了，他说季安刚才提到了新婚礼物，还问他是不是因为不喜欢才没带。哈娜听得一头雾水，都没见过的东西，哪谈得上喜不喜欢？克洛戴尔也觉得事情不对劲。季安说那份礼物对他非常有意义，可他当时却没敢说实话。哈娜急得不行，这种事当时就该直接拆穿，现在可倒好，误会反而越来越深了。克洛戴尔承认自己当时脑子乱了，不仅撒谎说收到了礼物，还编瞎话夸那东西漂亮，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是蠢到家了。哈娜赶紧追问季安的反应，结果季安只是冷淡地回了一句我知道了。哈娜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会不会是个陷阱？既然那东西是季安的宝贝，他是不是故意想找个借口置夫人一个弄丢重物的罪名？克洛戴尔愣住了，可他觉得这说不通，毕竟早上帮他更衣的女仆们全都能证明桌上根本就没出现过什么礼物。
这整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诡异。哈娜提醒克洛戴尔，在这座冰冷的城堡里，根本没有一个自己人。那些仆人不仅不会说实话，甚至正等着看夫人的笑话。他心疼地摸了摸夫人的头发，并当场发誓，绝不会原谅任何让夫人难堪的人。克洛戴尔轻声说了句谢谢，他心里很清楚，哈娜是他唯一的依靠。从普隆村开始，哈娜就一直照顾着他，哪怕后来他继承了家名，哈娜也心甘情愿当个女仆，只为了能一直守在他身边。在这充满谎言的地方，这份忠诚是他最后的一点慰藉。在那些失眠的夜晚，只要哈娜陪在身边，克洛戴尔才能勉强睡个安稳觉。对他来说，哈娜就是他最珍视的宝贝。哈娜主动提出要亲自去查清楚礼物的下落，他笑着安慰克洛戴尔，说自己可是这城堡里最厉害的女仆，让夫人尽管放心。看着哈娜自信的样子，克洛戴尔虽然点了点头，但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却怎么也压不下去。他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深夜的走廊冷冷清清，克洛戴尔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再加上不习惯一个人睡，翻来覆去怎么也合不上眼。他本想出来走走散散心，谁知刚一抬头就撞见了那个最不想见的人。基安半敞着衬衫，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他问克洛戴尔是不是在等他，还说早知道他对今晚这么期待，自己就该早点过来。基安独自坐在书房里，看着远去的马车，心里忍不住冷笑，真是一只老狐狸，拿到了想要的一切，连头都不回一下就溜了。他停下手中的笔，脑海里却全都是克洛戴尔的身影，这让原本就烦躁的心情变得更加难以平复。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他到底该拿这个女人怎么办？基安盯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一直在打鼓。现在去卧室找他，是不是有点太心急了？他努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毕竟太阳还没下山。如果现在就过去，显得他这个当丈夫的好像一直在眼巴巴等着他一样。可脑海里的画面根本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真是疯了，竟然会这么按捺不住。结果嘴上说着不去，脚却已经不由自主地走到了门口。看着紧闭的房门，他还在给自己找借口。如果他已经睡熟了，现在把人叫醒，到底合不合适？这种进退两难的折磨，才最让人抓狂。基安觉得这种感觉真是烦透了。明明接受过最严格的继承人训练，教他如何克制欲望，可现在那些所谓的自律，在那个女人面前根本一文不值。他终于明白，为什么家族的前几任家主都要活得像个苦行僧一样，因为一旦放纵，就真的再也回不去了。他一把推开房门，看着屋里的克洛戴尔，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他低声说道：“早知道你这么迫不及待的等我，我就该早点过来。”这一下，局面彻底由他掌控了。基安直接把他按在床边，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强势。他说：“以后没必要站在门口等，只要乖乖在床上待着就行。”克洛戴尔低着头，小声应了一句。可基安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他凑近了一些，继续追问刚才没说完的话题。他说：“你还没回答我，是不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如果你还是不说话，那我只能认为你是因为不喜欢我送的礼物，才故意给我脸色看，对我还满意吗？”克洛戴尔支支吾吾想解释，却被基安冷冷地打断。他说：“别说这些废话。”克洛戴尔心里乱成一团，最后只能硬着头皮承认，感觉还挺好的，虽然他自己也拿不准。基安冷哼一声，显然对这个答案并不满意。他突然俯身压了上去，在克洛戴尔耳边低声说：“那我就要亲自看看你比起昨天到底有没有进步。”话音刚落，基安就彻底撕掉了冷静的伪装。既然要看进步，那他绝不会手下留情。这一晚，房间里的动静就没停过，所有的克制和规矩在这一刻全都被抛到了脑后。不知道过了多久，风暴才终于平息下来。基安看着眼前的女人，眼神里少了几分冰冷，却多了些让人看不透的情绪。克洛戴尔瘫在床上，连动一下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谁能想到，原本只是试探的博弈，最后竟然会演变成这种无法收场的局面。疯狂过后，房间里只剩下死一般的寂静。基安已经睡熟了，可克洛戴尔却怎么也合不上眼。他明明累得要命，昨天更是直接昏睡了过去，可偏偏到了今天，脑子里却乱得像团麻。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索性坐起身，打算帮基安把散落在地上的衣服收好。可就在他拿起衣服的一瞬间，一个东西突然从口袋里滑了出来，在地板上滚了好几圈。克洛戴尔愣住了，这件衣服里居然藏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秘密。克洛戴尔捡起地上的戒指，有些迟疑地递给基安，说这是从他衣服里掉出来的。基安连看都没看一眼，随口敷衍说那只是衣服上的小零件，坏了找裁缝修就行。可克洛戴尔盯着那枚戒指，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分明不像是什么装饰品。他突然开口问：“这个能送给我吗？”基安愣了一下，完全搞不懂他要个破零件干什么，但他显然不想在这件事上多费口舌，直接翻身躺下，冷冷地丢下一句：“随你便。”戒指虽然留下了，可基安这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却让克洛戴尔心里更没底了。基安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心里全是刚才那枚戒指的事。他送的钻戒，克洛戴尔连碰都没碰过。他甚至开始帮他找借口，也许他是觉得红发配蓝宝石太花哨，所以才没戴那玫瑰的。可他怎么也想不通，那种随手扔掉的廉价货到底有什么好高兴的？难道说只要是从他手里拿到的东西，无论多破烂，他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基安冷哼一声，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不可理喻。可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一整晚他的心思全被对方牵着走，这出戏似乎越来越脱离他的掌控了。哈，那看着桌上的戒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兴奋地嚷嚷着：“公爵大人，果然还是没能躲过大美女。”克洛戴尔看着指尖的戒指，虽然在笑，可心里却清醒的可怕。
他很清楚，就算有了这枚戒指，也改变不了他是贝尔蒙特家族成员的事实。这道身份的鸿沟根本没办法跨越。哈娜看出了他的顾虑，赶紧凑过去安慰说：“昨晚公爵的表现绝对不是在应付差事。既然他愿意主动现身，就说明心里肯定是有位置的。以后更好的东西绝对还会源源不断的送过来。可这种靠宠爱换来的安稳，真的能长久吗？”克洛戴尔轻声问哈娜：“真的觉得公爵看上他了吗？”哈娜想都没想就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还兴冲冲地跑去厨房准备早餐。克洛戴尔微笑着答应会好好吃饭，看起来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随着房门关上的那一刻，所有的伪装瞬间崩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他再也撑不住了，猛地捂住嘴，鲜红的血迹顺着指缝流下。原来他一直都在强装镇定，这副身体恐怕早就已经到了极限，没人知道他到底还能撑多久。哈娜原本心情大好，还在替自家小姐高兴，觉得公爵大人总算开了窍。可还没走几步，耳边传来的闲话就让气氛彻底变了味。几个女仆聚在一起嚼舌根，说那个红头发的女人根本就是自作多情。哈娜赶紧上前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却一脸嘲讽地说，那根本不是什么礼物，只是公爵衣服上掉下来的扣子。这下麻烦大了，原本的一片真心竟然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克洛戴尔还没进屋，就听到了那个刺耳的词偷窃。推开门一看，哈娜已经和人扭打在了一起。为了维护自家小姐的名声，她这次是真的豁出去了。就在场面乱成一团时，基安突然推门而入，冰冷的声音让所有人瞬间定住。那个被打的女仆见状，立马开始恶人先告状，指着克洛戴尔大喊，他说那个女人是个小偷，不仅偷了公爵大人的扣子，还厚颜无耻的当成戒指戴在手上。这下所有的遮羞布都被当众撕了个精光。那个女仆还在不停的煽风点火，说克洛戴尔简直是把公爵当傻子耍，竟然拿一个破扣子当成宝贝。克洛戴尔站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眼睁睁看着那枚戒指在众人的嘲笑声中变成了一堆垃圾。基安沉默了很久，最后冷冷地丢下一句话，他说自己绝对不可能送出这种寒酸的东西。这一句否认，直接把克洛戴尔最后的尊严彻底踩进了土里。就在女仆们以为奸计得逞，准备继续落井下石的时候，基安却突然发火了。他呵斥所有人立刻闭嘴，全部滚出这个房间。现在这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他甚至直接聊当地告诉他，这里根本没人会帮他，更别指望能从他这得到什么。基安的语气冷到了极点，他警告克洛戴尔别再惹麻烦，最好在这座城堡里像只装死的耗子一样悄悄活着。等回到房间，哈娜气的整个人都要炸了，一边摔枕头一边大骂，说基安简直是他见过最差劲的混蛋，这种人怎么可能真的存在，简直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反倒是受了委屈的克洛戴尔表现得异常平静，甚至还反过来安慰哈娜。看来在这个冰冷的城堡里，他早就学会了该如何面对这些羞辱。哈娜越想越气，觉得这事儿绝对没完。那个男人折磨人的手段太阴毒，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可克洛戴尔还在替基安说话，觉得这一切只是个误会。哈娜听得心都要碎了，都被欺负成这样了，竟然还要护着他。他冲上去想抢走那个破扣子，说要把他扔进厨房当柴烧，省得留在这儿碍眼。克洛戴尔却死死护住手心，卑微的哀求哈娜别这么做。这一声道歉让哈娜彻底没了脾气，她不是在生自家小姐的气，她是心疼啊，心疼克洛戴尔在这座城堡里已经卑微到了骨子里。哈娜气得想把那枚扣子扔出窗外，她不明白那个混蛋公爵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小姐为什么还要留着这种垃圾？可还没等她发完火，克洛戴尔就开始剧烈咳嗽。哈娜吓得赶紧收手，只要小姐能好受点，她什么都愿意答应。她说明天一定要找个医生来看看，这感冒拖得实在太久了。克洛戴尔微笑着道谢，可心里却是一片死寂。没人知道，他其实很庆幸没人来帮他，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救了。在这片荒凉冰冷的土地上，流行着一种叫赫尔佐的怪病，先是没完没了的咳嗽，接着就是咳血，直到最后在痛苦中彻底走向死亡。这种病虽然凶残，但人们发现了一个秘密，只要能从轻微感染中活下来，这辈子就再也不会得这种病。为了保住领地的孩子，几百年前的公爵建了一座小村庄，专门搞一种叫冰之洗礼的仪式。说白了就是以毒攻毒，让还没满周岁的婴儿提前接触病人的毛巾，以此来换取终身免疫。可偏偏到了克洛戴尔这一代，他的父亲被现任公爵强行带走，导致他成了唯一没接受过洗礼的倒霉蛋。更让人心寒的是，当公爵发现他染上绝症后，不仅没有半点怜悯，反而露出了那种让人毛骨悚然的笑。他甚至理直气壮地劝他，既然反正都要死，不如在临死前为领地的子民再发挥点余热，为了领地里那些无辜的孩子。克洛戴尔最终还是点头了，他接受了那个荒唐的请求，把自己关进了这座叫提姆尼斯的牢笼。他看着手上的戒指，心里比谁都清楚，反正也就剩下1-2个月的时间，所有的羞辱和痛苦最后都会跟着他一起化为灰烬。他只想留下这一点点痕迹，证明自己曾经真实的活过。可他能忍，身边的人却忍不了。哈娜越想越觉得离谱，自家小姐从来不会撒谎，那个所谓的丈夫凭什么当众让小姐难堪？这事儿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等那个男人一露面，他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哈娜停在门前，重重地扣响了房门。哈娜猛地推开房门，本以为会见到那个负心的公爵，没想到屋里竟然坐着一个陌生的女人。安迪奥尼上下打量着他，语气里满是不屑，问他到底是哪位。哈娜可不吃这一套，直接把话顶了回去，反问对方又是从哪冒出来的。
这地方可是领主的私人卧室，除了贴身伺候的人，谁也没资格随便进出。两个女人就这样死死盯着对方，谁也不肯退后一步。安蒂奥妮突然笑出声来，语气里全是嘲讽：“原来你就是那个传闻中像斗鸡一样的女人。”这下两人的梁子算是结下了。安蒂奥妮笑着凑近，语气里带着高高在上的傲慢：“你这种乡下地方来的，恐怕还不知道吧？公爵大人其实早就已经订婚了。”他故意亮出手上的戒指，这枚戒指竟然和画像里前任公爵夫人戴的一模一样。看着哈娜愣住的样子，安蒂奥妮笑得更得意了。没错，我就是基安大人的未婚妻。这下哈娜彻底没话说了。安蒂奥妮指着手上的戒指，得意的炫耀：“这可是基安大人送我的，以前属于公爵夫人。”他甚至直接上手警告哈娜给自家小姐带个话：“基安大人已经有婚约了，那个女人这辈子都别想进公爵的卧室。”谁能想到，哈娜听完直接笑出了声，反手就是一个回怼：“既然你也是个没结婚的姑娘，怎么有脸这么自信地在男人卧室进进出出？”安蒂奥妮语气越来越犀利：“一个只有名字的婚约有什么用？你连他的一点真心都没得到，真是太可笑了。”安蒂奥妮甩下一句狠话：“反正这事跟我没关系。”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走廊里只剩下哈娜一个人，她再也撑不住了，直接瘫坐在地上。虽然刚才嘴上没输，但那个婚约的消息简直像个晴天霹雳。哈娜现在满脑子都是自家那位可怜的小姐，要是知道了真相，该怎么活下去？老管家走到基安身后，看着他这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忍不住开口问：“大人，您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基安沉默了很久，才低声回了一句：“我也不知道。”老管家叹了口气，直接把话挑明了：“您其实是在后悔，对吧？”听到后悔这两个字，基安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反复念叨着：“后悔。”老管家最后提醒他，既然知道错了，现在就是挽回的最好时机，再不动手，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老管家的话说得很重，如果您继续这样对待夫人，整个城堡的规矩就全乱了，以后还怎么教育继承人？基安站在走廊里，心里很清楚管家是对的，如果连他都带头轻视克洛戴尔，那以后他们的孩子处境会变得极其危险。一个在白眼和虐待中长大的孩子，根本不可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家族继承人。老管家看他一直站着不动，轻声劝他进屋去看看，可基安犹豫了再三，还是转过了身。他低声说了一句：“算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明明已经走到了门口，他却还是选择了逃避。基安在门口站了很久，他担心自己现在进去只会乱说话，让情况变得更糟，最后还是决定先退后一步。老管家问他要不要休息，他摇了摇头，说自己直接去书房。看着基安离开的背影，老管家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位大人能早点看清自己的心。而房间里的克洛戴尔整整一夜都没合眼，他看着空荡荡的门口，心里最后那点火苗也熄灭了。结果他终究还是没来。克洛戴尔独自躺在床上，心里乱成了一团。明明昨晚才发生了那种事，他本以为基安再也不会来了，可结果呢？他不仅在非义务的日子出现了，还表现得那么亲近，这让克洛戴尔忍不住开始幻想，难道他真的？但他很快就清醒了过来，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他是提姆内斯家的人，而自己是贝尔蒙特家的女儿，这两个家族就像油和水，天生就水火不容，是永远不可能和解的死对头。他原本一直以为，只要新婚之夜一过，这辈子都不会在卧室里见到他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克洛戴尔突然感到一阵剧痛，那种空虚和痛苦像潮水一样把他淹没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活得这么惨。紧接着，他猛地咳嗽起来。等他摊开手掌一看，掌心里竟然全是血迹。这一刻，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恐怕很快就要没命了。父母的意外去世，长达10年的失眠折磨，还有这几个月来胸口那种钻心的疼痛，再加上在罗温城堡里受到的那些冷眼和轻视，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他就像一个被困在深渊里的人，已经看不见任何希望了。克洛戴尔独自跪在窗前，他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现在的他只想快点解脱，求求谁都好，快点把他从这个痛苦的地方带走。而另一边的安蒂奥尼正躲在暗处观察着一切。当他看到女仆哈娜独自出现时，心里简直乐开了花。他等了基安一整夜，本来以为自己没机会了，可现在看来，基安昨晚根本没去那个女人的房间。安蒂奥尼更加确信，基安一定是被那个女人设计骗婚的，不然怎么可能在新婚之夜后连房门都不进？他坐在椅子上疯狂大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恶毒的计划，只要那个女人彻底消失，基安就一定会回到他身边。这下克洛戴尔的处境更危险了。安蒂奥尼已经等不及了，他必须快点想个办法，把眼前的麻烦彻底解决掉。他盯着手上的那枚戒指，眼神里写满了贪婪。这不仅仅是一枚首饰，更是他梦寐以求的地位。他的野心已经彻底藏不住了，无论是这枚象征权力的戒指，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基安大人，他全都要抢过来。只要能达成目的，他不介意动用任何手段。基安刚回到城堡，管家就赶紧迎了上来，但他环顾四周，却没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看来克洛戴尔终究还是没出来见他，这让气氛一下子冷到了冰点。他觉得当初要是没说那些话，事情
是不是就不会闹大？如果当时实话实说，或者母亲还在身边，局面也许完全不一样。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朝着失控的方向发展。7年前，基安在刚成年的时候就永远失去了他的父母。那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带走了公爵夫妇，也带走了身为双胞胎姐妹的王后。从那以后，就不得不扛起重担，一个坐上了王位，一个继承了公爵领地。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本该像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谈。可基安怎么也没想到，瓦尔基竟然会背着他做了一个最荒唐的决定。基安冷冷地问瓦尔基：“那家伙到底知不知道老婆这种身份有多麻烦？”更让他火大的是，对方竟然要他娶一个死对头，而且连商量都没有，仅仅用一张纸就决定了他的终身大事。这种被兄弟背叛的感觉，让基安彻底陷入了愤怒。基安坐在书桌前，心里还在为那桩婚事烦躁。他觉得瓦尔基根本不懂什么是婚姻，但眼下最棘手的是怎么缓和跟克洛戴尔之间那尴尬到极点的关系。就在这时，管家推门走了进来，打断了他的思绪，提醒他3年一度的狩猎季马上就要开始了。管家递上一份拟好的邀请名单，请他亲自过目。基安下意识地回了一句：“这种事交给家里的女主人去办就行。”话刚说出口，他却突然停住了，因为他意识到这个家里现在的女主人正是那个让他头疼不已的人。看着手中的名单，基安突然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现成的借口吗？他终于有理由去见那个一直躲着他的克洛戴尔了。他立刻动身，大步穿过长长的走廊，心里却在默默计算，他们到底已经多久没见面了。听说自从上次之后，克洛戴尔就因为生病，整整好几天没出过房门。基安停在紧闭的大门前，心情有些复杂。他不知道推开这扇门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但这一次他不想再吃闭门羹了。基安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默想着，希望克洛戴尔的身体已经好转了一些。可当他走到房门口时，却发现走廊里空荡荡的，竟然连一个守卫都没有。基安的脸色沉了下来，不管克洛戴尔以前是谁，既然嫁了过来，她现在就是这整座城堡的女主人。这种明目张胆的冷落，让他感到非常不悦。他甚至已经想好，待会儿要怎么去教训那个护卫队长了。他停在门前，抬起手，轻轻敲响了房门。敲了半天门，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基安等不及了，直接推门走了进去。房间里静悄悄的，桌上还散落着没写完的信。基安环顾四周，心想：难道他是出去散步了？既然人不在，他正犹豫着要不要直接走掉。结果一转头，却发现宽大的床铺上有个熟悉的身影。原来克洛戴尔哪都没去，只是在这安安静静的睡熟了。基安放轻了脚步，慢慢朝床边走去，生怕惊扰了这一刻的宁静。基安在床边坐了下来，看着熟睡的克洛戴尔，他心里其实挺纠结的。等他醒了，第一句话到底该说什么？要是主动开口道歉，总觉得有损他家主的威严；可要是就这么装作没发生过，心里又过不去这道坎。这种不擅长的人际关系，真是让他感到左右为难。就在这时，克洛戴尔在睡梦中迷迷糊糊地嘟囔了几句。基安凑近一听，发现他竟然在说梦话。更让他意外的是，克洛戴尔的手上竟然还戴着那枚戒指。明明发生了这么多不愉快，他却一直没有摘下来过。看着那枚闪烁的戒指，基安原本强硬的心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看着克洛戴尔手上的戒指，基安陷入了沉思。他是很喜欢戒指吗？仔细想想，之前送他的那一枚尺寸好像确实不太合适。他俯下身，凑到克洛戴尔耳边低声说：“我会再送你一个更好的，所以这枚戒指就先摘下来吧。”就在基安伸手准备摘下戒指的暧昧时刻，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哈娜抱着花走进来，直接撞见了这一幕。哈娜吓得手里的花都差点掉了，赶紧低头行礼。这一声惊呼也把熟睡的克洛戴尔给吵醒了。克洛戴尔一睁眼就看到基安那张冷峻的脸，近在咫尺。他吓得猛地坐起身来，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下好了，原本安静的房间瞬间陷入了极度的尴尬之中。刚才那点暧昧的氛围，随着克洛戴尔的惊醒，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基安脸上的表情重新变回了往常那种冷酷。基安一开口就是下马威，责备他根本没把领主夫人的尊严当回事。难道打算在这城堡里混日子吗？克洛戴尔赶紧解释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基安冷笑一声，顺势给他派了个苦差事，指着桌上的名单说：“既然如此，就把这些邀请函全部签好。”他交代完任务，转身就走，甚至没多看他一眼。刚走出房门，基安就开始后悔了，觉得自己简直是疯了，怎么会说出那种伤人的话？本来还想克制一下，可一看到他那副样子，话到嘴边就全变了味。事情完全脱离了控制，这根本不是他的本意。只要一面对那个女人，他就变得不像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烦躁，到底是因为什么？哈娜简直要气炸了，觉得基安刚才那些话实在是太过分。明明自家小姐这些日子受了这么多苦，怎么到了他嘴里就成了偷懒？克洛戴尔反而很平静，甚至觉得是自己表现得太柔弱，才让对方看清了。可当他拿起那份名单时，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虽然基安语气生硬，但他交给他的这些工作，全都是领主夫人才能拥有的权利，这哪里是惩罚，分明是在变相承认他的身份。看着手中的邀请函，克洛戴尔终于落下了笔，签下的不仅仅是一个名字，更是他作为提姆密斯家族成员的身份。难道基安是想用这种方式逼他承认已经继承事实的名分吗？还没等他想明白，罗温地区10年一度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那就是传闻中的猎恶祭典。这可不是简单的狩猎，而是所有贵族名媛们暗中较劲、展示地位的绝佳舞台。真正的考验现在才要拉开序幕。祭典如期而至，克洛戴尔一露面就成了全场议论的焦点。那头标志性的红发在人群中显得格外扎眼。
大家都在私下打听这位新任公爵夫人到底什么来头。基安在旁边默默看着，心里却在盘算另一件事。他没想到这女人会直接去办公室找他，结果两人刚好扑了个空。既然错过了，那就等狩猎开始后速战速决，等把他带到没人的帐篷里，再把话彻底说清楚。看来接下来的狩猎注定不会太平了。基安站在台上说着场面话，欢迎大家参加这次的猎鳄祭典。就在所有人都沉浸在这种庄重又和谐的气氛里时，克洛戴尔却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已经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他大喊着让开，用尽全身力气把基安推向一边。这一下来的猝不及防，堂堂公爵竟然当众摔了个底朝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能让克洛戴尔连体面都顾不上了？谁也没想到，祭典现场竟然真的钻出了怪物。还没等基安站稳，那只巨鳄已经张开了血盆大口。克洛戴尔根本无处可躲，惨叫声瞬间撕裂了整个会场。眼看着他被怪物拖走，基安彻底发了疯，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顾不上任何风度，拔出长剑就拼命冲了上去。基安这下是真的杀红了眼，长剑带着风声死死劈向怪物，每一击都奔着索命去，哪怕剑刃已经沾满了血，他也根本停不下来。可这只畜生到死都不肯松口。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巨鳄终于倒在了草地上，连带着把克洛戴尔也甩了出去。看着一动不动的红发身影，基安手里的剑差点掉在地上，他整个人僵在原地，满地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克洛戴尔就这样倒在草地上，基安死死盯着眼前这一幕，整个人像是被定住了一样，半天都没缓过神来。随从们急急忙忙冲了过来，连声询问公爵大人有没有受伤。基安只是低着头，机械地回了一句我没事。可看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简直就像是把魂给丢了。随从还在那拍着胸口说谢天谢地，庆幸公爵大人平安无事。这番话在基安听来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他心里的火再也压不住了，猛地转身一记重拳，直接把带头的随从掀翻在地。这一拳下去，全场瞬间变得死一般寂静。基安冷冷地吐出2个字：闭嘴。他现在根本不想听这些废话，只想让人赶紧拿担架过来救命。要是再晚一步，谁也担不起这个后果。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整个狩猎场彻底乱成了一团。克洛戴尔虽然暂时保住了命，但医生接下来的话却让所有人的心又悬了起来。除了那些皮外伤，最麻烦的是他的腿，如果伤口处理不好发生坏死，恐怕以后都下不来床了。听到这儿，旁边的哈娜直接崩溃大哭，她根本不敢想象自家小姐要遭这种罪。基安只是沉默地听着，最后低声回了一句我明白了。没人知道他现在在想什么，但这笔账肯定没法就这么算了。基安直接下了清场令，让所有人立刻滚出去，就连一直守在旁边的哈娜也被他强行赶了出去。现在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看着昏迷不醒的克洛戴尔，基安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拼命救自己？明明一直以来他都觉得对方对自己没安好心，甚至觉得2人之间只有误讹。可如果真是这样，他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来？基安低声问了一句：你为什么要救我？他一直以为这个女人对自己只有恨，难道从一开始他就彻底看错人了？明明2家关系这么僵，只要他死了，所有的权利和财富都是他的，可他偏偏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看着昏迷的克洛戴尔，他轻轻握住他的手说：别担心，你的腿不会有事的。基安像是变了个人，他不仅承诺要治好夫人的腿，甚至开始关心起那些以前从不在意的小事。他把一束鲜花交给哈娜，叮嘱一定要送到夫人手上，还特意交代，如果自己中午赶不回来，必须盯着夫人按时吃饭。看着基安离去的背影，哈娜整个人都愣住了，这还是那个冷血的男人吗？原本以为他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没想到他竟然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说实话，基安现在的关心真的有点让克洛戴尔招架不住了。看着满屋子的鲜花，连女仆哈娜都开始怀疑，这男人是不是被什么脏东西附身了，不然怎么会突然转了性？克洛戴尔虽然嘴上说着不可能，但看着这些漂亮的花，心里也泛起了一丝波澜。谁能想到，自从那次狩猎意外之后，基安就像彻底换了个人。他不仅每天变着花样送惊喜，甚至到了每顿饭都要亲自喂到克洛戴尔嘴边的地步。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到底是出于愧疚，还是他真的动了心？哈娜一边帮夫人整理被褥，一边轻声安慰着，说医生的药很灵，伤口很快就能愈合。但有些话哈娜根本不敢说出口。医生私下里其实交代过，夫人的腿以后很有可能会留下残疾。就在主仆俩说话的时候，房门突然被推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的女人闯了进来，开口第一句话就满是恶意：听说你变成瘸子了。这种赤裸裸的挑衅让哈娜气得说不出话，哪有这种上门探病的人？克洛戴尔倒是很冷静，他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女人，语气平淡地问了一句：请问你又是哪位？安蒂奥妮显然没打算轻易罢休，他故意抬起手展示出那枚闪亮的戒指，语气里全是挑衅。他冷笑着说：如果你还不相信，大可以去问问你的女仆哈娜，毕竟那天哈娜可是亲眼看着我从基安大人的卧室里走出来的。这句话一出，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哈娜站在一旁沉默不语。而此时的基安正待在书房里听着裁缝介绍最新的首饰设计，这套首饰不仅华丽，而且非常适合日常佩戴。基安盯着这些珠宝，显然是在为克洛戴尔精心准备着礼物。基安看着眼前的珠宝，心里还在嘴硬，他以前最看不起那种用小玩意讨好女人的男人。他在心里安慰自己，这可不是在献殷勤，纯粹是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于是
他大手一挥，不仅定下了这枚戒指，还要求配齐项链和发饰，主打一个阔气。当裁缝问起什么时候能见见夫人克洛戴尔时，基安才猛地反应过来一件事，原来克洛戴尔没带那份初夜礼物，不是因为不喜欢，而是因为他根本没弄对尺寸。这下基安坐不住了，他赶紧询问裁缝，之前那枚戒指能不能修改大小。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份迟到的心意终于有机会送出去了。基安决定先把那枚戒指改好，既然要送，就要送个最合适的。眼看午餐时间快到了，他特意吩咐管家把自己的那份餐食也一并送到克洛戴尔的房间。他本想趁着吃饭的机会和妻子多待一会儿，可刚走到门口，他就发现情况不对劲，房门竟然是虚掩着的，里面还传来了哈娜愤怒的吼声，正赶着什么人赶紧滚出去。紧接着，安蒂奥妮那阴阳怪气的声音从门缝里传了出来，他说自己只是好心来看看生病的克洛戴尔。安蒂奥妮还没意识到，他这副虚伪恶毒的面孔已经被门外的基安撞了个正着。基安停下了脚步，眼神冷得吓人。基安直接推门而入，当场撞见了安蒂奥妮。他没有任何废话，语气冰冷地叫出了对方的名字。他当众警告安蒂奥妮，以后不准再踏入这里半步。安蒂奥妮还想狡辩，却被基安强大的气场吓得落荒而逃。看着安蒂奥妮留下的那束花，基安只觉得碍眼，他冷冷地吩咐哈娜立刻把这东西处理掉，赶走了不速之客。基安走到克洛戴尔床边，克洛戴尔显然还没反应过来，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基安低声解释，是珠宝匠想要见他。还没等克洛戴尔明白怎么回事，珠宝匠已经进屋行礼了。原来基安是认真的，他特意请人来为克洛戴尔测量尺寸，要为他量身打造一套最完美的珠宝。珠宝匠本想上前为克洛戴尔测量尺寸，可还没等他碰到夫人的手，基安就冷冷地打断了他。他直接拿过测量用的绳子，说这种事他要亲自动手。这下连珠宝匠都愣住了，只能在一旁小心地指导。基安学得非常认真，他按照步骤在克洛戴尔的手腕和手指上一圈圈仔细地缠绕标记。看着他这副笨拙又专注的样子，克洛戴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能任由他握着自己的手一点点完成测量。测量结束后，基安还没忘了正事，他叫住准备离开的珠宝匠。基安终于放下了架子，他主动承认之前确实是他疏忽了，完全没考虑到戒指尺寸的问题。他特意强调那是他准备的初夜礼物，既然珠宝匠说能改，他打算按现在的尺寸重新调整。他试探着问克洛戴尔能不能先把戒指还给他，哪怕只是暂时拿去修改。可克洛戴尔却沉默了。让人意外的是，克洛戴尔竟然一口拒绝了。他说没必要修理，甚至直接下了逐客令。他借口说自己又累又饿，明显是不想再聊下去。这让原本想献殷勤的基安瞬间僵在了原地。看着克洛戴尔抗拒的样子，基安只能无奈的妥协。他让克洛戴尔先休息，随后转身离开了房间。原本缓和的气氛这下又降到了冰点。刚才还说要走，结果基安转头就端着热汤回到了克洛戴尔床前，甚至还亲自拿起了勺子。他动作生疏地递到克洛戴尔嘴边，像哄小孩一样让他张嘴。克洛戴尔虽然觉得尴尬，但还是乖乖把汤喝了下去。可他心里越想越奇怪，终于忍不住开口问基安，自己的手明明好好的，为什么他非要亲自伺候？基安听完愣了一下，他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说克洛戴尔是他的恩人，他必须亲眼看着他康复。但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看着克洛戴尔乖乖吃东西，竟然能让他那颗紧绷的心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这种奇怪的依赖感，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基安一边喂着汤，心里却在暗暗骂自己，怎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想法。他赶紧找了个借口，说是因为听说克洛戴尔总是不按时吃饭。克洛戴尔显然想和他划清界限，他急忙解释说自己已经全好了，甚至今早都能下得走路了，所以基安没必要再特意跑来照顾他。听完这些话，基安沉默了很久，他死死盯着克洛戴尔，反复确认他是不是真的彻底康复，身上一点疼的地方都没有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基安直接放下了手里的碗筷，语气瞬间变得有些危险。他说既然身体已经没问题了，那他也没必要再继续忍耐。他伸手捏住克洛戴尔的下巴，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今晚不准睡觉，就在房间里等着他。哈娜突然叫住了安蒂奥妮，语气一点都不客气，直接让对方站住。安蒂奥妮哪受过这种气，一个女仆竟然敢对自己这么说话。哈娜却完全没打算退缩，直截了当地说对一个小偷没必要讲礼貌。他摊开手，让安蒂奥妮把偷走的戒指交出来。刚才的一举一动，他全都看在眼里了。哈娜步步紧逼，如果这戒指真是公爵送的，你为什么要急着摘下来？这不明摆着心虚吗？因为这东西根本不是你的。哈娜之前也纳闷，传闻基安公爵一夜见3个女人，怎么看都像个花花公子，可实际接触下来才发现，他送个花都费劲，根本就是个没经验的纯情男，所以那些传闻全是假的。哈娜直接伸出手，让安蒂奥妮把偷走的戒指还回来。哈娜一点面子都不给，当众揭穿安蒂奥妮，说他偷了公爵给夫人的初夜礼物。安蒂奥妮还在嘴硬要证据，哈娜二话不说，直接上手抓住了他的胳膊。这枚戒指就是铁证，哈娜强行要把他夺回来，场面一下子失控了。安蒂奥妮恼羞成怒，反手就给了哈娜一个耳光，骂他一个下人竟敢对自己动手。哈娜被打倒在地，但他不仅没退缩，反而冷笑着站了起来。他反手扇了安蒂奥妮一个耳光，他说那咱们现在就去对峙，看看公爵是会惩罚打人的女仆，还是会处死偷东西的小偷。而且哈娜手里还有个大雷，安蒂奥妮谎称跟公爵过夜的事，这下也要瞒不住了。
安蒂奥妮还在垂死挣扎，哈娜直接凑到他耳边，抛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既然你说昨晚跟公爵在一起，那你说说他平时最喜欢什么姿势？安蒂奥妮一下子被问傻了，哈娜却没打算停下，接着描述公爵昨晚有多疯狂。他说公爵在夫人身上留满了痕迹，那动静大的连门外的下人都听得清清楚楚。其实哈娜心里清楚，这些细节全是他瞎编的，但安蒂奥妮这种外行根本听不出来。哈娜最后一次警告他，趁自己现在还能好好说话，赶紧把戒指交出来。安蒂奥妮的心理防线彻底崩了，手指不住地打晃，只能乖乖把戒指递了过去。安蒂奥妮彻底失去了耐心，一把将哈娜推倒在地。看着狼狈逃走的安蒂奥妮，哈娜这才反应过来，原来这女人之前故意找茬，就是为了让克洛戴尔背黑锅，好让公爵觉得夫人是个小偷。哈，那恨自己怎么才看穿这种诡计。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用最直接的办法解决。这是安蒂奥妮自找的。克洛戴尔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心里乱成了一团麻。他觉得自己反正也活不久了，只要能保护基安不受到伤害，就算自己吃点苦头，那也完全值得。可一想到基安之前的亲密，克洛戴尔就完全没法冷静。事情的发展已经彻底失控了。他低头看了看身上的衣服，这哪是普通的睡裙？哈娜到底在想什么？这衣服也太露了，穿着这种东西等基安过来，简直比上刑还要难受。克洛戴尔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躲进被子里逃避现实，可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基安推门进来的时候，发现克洛戴尔根本没睡，他没有多说什么，直接走到了床边。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基安一把抱起。他说要带他去个地方，去看看真正的星空。谁能想到公爵大人的房间顶层竟然藏着这样的玄机，整个屋顶在月色下缓缓打开。克洛戴尔彻底看呆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亮的星星，仿佛伸手就能碰到。这一刻，所有的烦恼都消失了。基安看着他的侧脸，轻声说：“这就是顶层的秘密，只要他喜欢，这一切就都有了意义。”克洛戴尔轻声回应着，眼前的景色确实很美，但更让他意外的是身边这个男人的温柔。克洛戴尔看着满天繁星，轻声说起那个古老的传说，人都说死后的灵魂会变成星星，所以他以前总喜欢盯着夜空看，他想在那些闪烁的光芒里找到自己父母的身影。原本挺浪漫的气氛，克洛戴尔却在心里偷偷吐槽，他觉得基安这人真奇怪，明明是带人来看美景，说出来的话却这么感伤，看来自己之前真是误会哈娜了。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一阵冷风突然吹过，克洛戴尔还没来得及反应，肩上的披肩就直接滑落了，这下彻底尴尬了，那件清凉的睡裙完全露了出来。克洛戴尔僵在原地不敢动弹，而眼前的基安也彻底看愣了，空气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基安的眼神里写满了意外。谁也没想到这浪漫的一夜会以这种方式收场。克洛戴尔慌得语无伦次，下意识想把滑落的披肩拉回来，可还没等他动手，基安就先一步按住了他的手，这下想躲也躲不掉了。基安低声骂了一句，他原本没打算这么快摊牌，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破防。他不再掩饰自己的想法，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克洛戴尔。既然气氛已经到了这一步，再退缩就不是他的风格了。基安低声问了一句：“可以吗？”他紧接着补了一句：“如果你不喜欢，我绝对不会勉强。”原来他今晚叫我过来，真的只是为了带我看星星，甚至还把家主的秘密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克洛戴尔沉默了片刻，最后轻声回答：“好，我答应你。”这一下轮到基安愣在原地了。基安温柔地叮嘱：“要是疼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克洛戴尔轻声回应：“别担心。”基安看着眼前的女人，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以前让你受的那些苦，我都会加倍补偿回来。画面一转，安蒂奥妮正盯着手上的戒指，原本平静的房间瞬间被他的怒火点燃，他猛地站起身，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也没想到基安竟然敢直接闯进来，守卫刚想大声呵斥，看清来人的脸后，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安蒂奥妮站在高处，还没搞清楚状况，只能试探着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基安冷笑了一声：“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直接下了死命令，把罪犯安蒂奥妮抓起来。这一下，整个场面彻底失控了。安蒂奥妮拼命挣扎，大喊着让守卫放手，但根本没人理会他。基安面无表情地宣布，把这个罪犯拉到广场上，当众执行鞭刑，罪名是偷窃。随着一声惨叫，他手上那枚象征身份的戒指被狠狠地拽了下来。这下他彻底完了，不仅丢了名声，以后再也没脸踏进城堡半步。基安冷冷地看着这一切，要不是那个女仆提前告密，恐怕还真让他得逞了。哈娜一脸不可思议，谁能想到那枚失踪的戒指竟然一直就在安蒂奥妮手里。基安听完陷入了沉默，他想起克洛戴尔之前的样子，明明没收到礼物，却还要撒谎说自己很喜欢。他现在心里乱成一团，难道自己真的有那么可怕吗？明明以为他是喜欢自己的，否则他也不会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基安把戒指交给管家，叮嘱一定要找最好的工匠，把上面的瑕疵全部处理干净，重新调整好尺寸。最后他还不忘交代，给克洛戴尔的房间送点甜点过去。至于他自己的那份，就不用准备了，毕竟昨晚折腾了那么久，他现在肯定累坏了。哈娜越说越气，那个坏女人死到临头还在装无辜，居然厚着脸皮说戒指是在走廊里捡到的，根本不知道那是夫人的东西。结果基安听完冷笑一声，直接反将一军：“既然你这么喜欢捡东西，那我也把你不小心丢在地牢里好了。”这下安蒂奥妮彻底没话说了，偷窃的罪名直接坐实。哈娜感叹：公爵大人出手确实大方，
这么名贵的戒指，竟然只是送给夫人的初夜礼物。克洛戴尔看着手上的戒指，心里却总觉得有点别扭，毕竟被那种人戴过，他甚至想直接把它扔了。哈娜一听急得直跳脚，这哪能一样啊？这可是大人的一片心意，千万不能扔。哈娜正聊得起劲，房门突然被推开了，基安大步走了进来，问是不是打扰到他们了。他特意吩咐管家送来点心，说是怕克洛戴尔饿着。等哈娜退下后，房间里只剩下他们2个人。基安有些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低声询问昨晚之后他的腿伤好些了没。听到克洛戴尔说没事，他这才稍微松了口气，但紧接着他的眼神变得异常严肃，他直勾勾地盯着克洛戴尔，问出了那个一直憋在心里的话：既然你这么怕我，那当时为什么要拼了命救我？面对基安的质问，克洛戴尔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就因为那样。基安显然没听懂，眉头紧锁的反问：什么？克洛戴尔点了点头，语气平静的让人害怕。他说换作是任何人，只要身处那种险境，他都会出手相救，但在他心里其实藏着一个更绝望的念头，反正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当时能为了救人而死，不管对方是谁，对自己来说那样的死法反而更有价值。基安看着眼前的女人，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完全不把命当回事的态度让他心里堵得发慌。他气得笑出声来，这女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可是公爵夫人？在这种地方，谁都没有你金贵，你最该做的就是躲远点。克洛戴尔沉默了一会儿，低声回了一句：如果我不去，被咬的人就是你了。这句话像针一样扎得基安半天说不出话。他猛地站起身，既然说不通，他干脆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随你的便。一阵剧烈的咳嗽过后，克洛戴尔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看着手帕上那一抹红，他比谁都清楚，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谁不害怕死亡呢？以前总觉得老死在亲人的怀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直到父母相继离去，他才明白那种体面的告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可即便如此，他心里还是藏着一个奢望，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至少希望那个人能陪在身边。如果身边能有个人陪着，或许这种日子就不会显得这么寂寞了。另一边的书房里，基安正对着公文发呆，脑子里全是那个女人的话，换作是谁都会救，难道救下我的命真的只是顺手而为吗？他这辈子都习惯了护着别人，还是第一次被人这样不要命地保护着，这种从未有过的感觉让他心里乱成一团，甚至连笔都握不稳了。就在这时，门外的侍从打断了他的思绪，说是戒指已经修好了。基安收起心思，冷声吩咐了一句：让他进来吧。珠宝匠恭敬地呈上首饰盒，戒指已经按照吩咐修好了。为了让夫人戴着不累手，他特意减轻了戒托的重量。基安拿起戒指仔细端详，淡淡的说了句：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珠宝匠吓得够呛，生怕是自己自作聪明，惹得这位公爵大人不高兴。没想到基安却说：不，我反而更喜欢现在这样，毕竟经历了那场闹剧，他实在不想再把一模一样的东西送给他。既然要重新开始，那就彻底告别过去吧。他把戒指放回盒子里，难得夸奖了珠宝匠一句。基安坐在桌前一动不动，连旁边的侍从都看出来了，自家大人心里肯定揣着事。面对询问，基安也没有隐瞒，他一直在想克洛戴尔救他的理由，可那个女人的回答竟然只有简单的4个字，说是只是因为。这算什么理由？冒着丢掉性命的风险，结果就换来这么一句轻飘飘的话。侍从在一旁感慨，说是夫人心肠太软，换作是任何一个人身处险境，他肯定都会出手相救。能有这样一位善良的夫人，确实是领地的福气。可基安听完，眉头却锁得更深了。也许侍从说的对，但在基安看来，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基安现在是一个头2个大，他怎么也没想到，想搞定自己的老婆竟然这么难。侍从在一旁分析，说到底还是因为2人闪婚，根本没有互相了解的过程，现在补课还来得及。基安听得一脸懵，说我们平时见面的次数难道还不够多吗？侍从尴尬地咳嗽了2声，提醒自家大人，除了睡觉之外，还得有点别的相处方式。基安这才恍然大悟，虚心地请教，那一般谈恋爱的时候，大家都会干点什么？侍从提议说可以去约会，比如找个风景好的地方，带夫人去野餐。基安脑子里立马有了画面，阳光、鲜花，还有怀里的美人，这种浪漫的氛围，他一定会喜欢的吧。野餐约会如期而至，克洛戴尔看着满地的鲜花，好奇地打听这些花的名字。基安在一旁轻声回答，这是玛格丽特。看着他开心的样子，基安总算松了一口气，看来恋爱专家的建议确实管用。但他心里还揣着另一件事，就是那没修好的戒指，到底什么时候送出去才最合适？基安试探着开口说，如果还有什么想要的，尽管跟他提，他会把这当作救命之恩的谢礼。话一出口，基安就后悔了，这种时候提什么谢礼，听起来也太生分了。可克洛戴尔却当了真，他盯着基安追问了一句，真的吗？要是我提的要求，你都会答应吗？这下轮到基安愣住了，他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了对方的陷阱里。克洛戴尔笑着点了点头，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就先记下了，等想好了再告诉你。基安顺手摘下一朵花，递到他面前，问他喜不喜欢这种花。克洛戴尔接过花，正夸着这花漂亮，连味道都特别好闻。可话还没说完，一阵剧烈的咳嗽声突然打破了这份宁静。谁也没想到，克洛戴尔竟然当场咳出了鲜血，大片血迹瞬间染红了衣领。基安彻底慌了神，他一把扶住摇摇欲坠的女人，大声呼喊着她的名字。可克洛戴尔已经失去了意识，整个人瘫倒在花丛中。原本浪漫的约会，转眼间变成了一场噩梦。看着怀里昏迷不醒的女人，基安的大脑一片空白，这绝对不可能。
记忆的碎片在这一刻突然拼凑在了一起。他想起克洛戴尔曾经说过，不管是救谁，他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难道说从一开始他就想错了？这一切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可怕的真相。基安来不及细想，他一把抱起克洛戴尔，在花丛中拼命狂奔。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和死神抢人，鲜血染红了他的长裙，也刺痛了基安的眼。他绝不能让这个女人就这样死在自己怀里。公爵刚回到家，顾不上休息，就开始分派人手。公爵夫人迎上来问克洛戴尔现在怎么样了。虽然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情况依然不容乐观。最麻烦的是，能救命的药竟然已经消失了300年，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孩子受苦。公爵夫人心里满是愧疚，谁能想到事情会闹到这一步？这代价实在太沉重了。公爵心里很清楚，要不是提姆尼斯那个小鬼切断了所有的粮食供应，局面绝不会崩坏成这样。他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向王宫。他竟然敢断掉粮食供应，还偷偷准备领地战争，这小子简直是疯了。就在公爵怒火中烧的时候，女儿伊莲娜跑了过来，这一声父亲让他瞬间收起了所有的锋芒。伊莲娜最关心的还是那个在战场上失踪的罗温，他还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变天了。看着女儿离开的背影，公爵无奈地叹了口气，不得不承认，那个叫提姆尼斯的年轻人确实出色。如果双方不是死对头，他本该是伊莲娜最完美的丈夫人选。可惜现实从来没有如果，比起那个死在战场上的倒霉蛋，这个敌人显然要难对付得多。这种病叫赫尔佐，已经在北方消失了300年，虽然不会传染，但麻烦的是能救命的药早就绝迹了。基安守在床边，看着昏睡不醒的克洛戴尔。就在这时，病床上的人突然有了动静，他虚弱地喊了一声：“公爵大人！”基安猛地回过头，四目相对的这一刻，原本死寂的房间终于有了一丝生机，他总算醒了。基安盯着他的眼睛问：“你大费周章跑出来，难道是想找个地方寻死吗？”克洛戴尔自嘲地笑了笑，这样难道不是最好的结果吗？作为贝尔蒙特家族的人，我早点消失，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解脱。反正这场婚姻也不是你想要的，等我死后，你就能娶一位更合适的公爵夫人了。他低头看着手上的戒指，语气平静的让人心寒，虽然有些厚颜无耻，但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请求。克洛戴尔卑微地抬起头，提起了那个还没兑现的承诺。他说，就算自己死了，也请基安不要断掉领地的粮食，因为那里的孩子还在挨饿。他甚至连后事都想好了，建议把房间的壁纸和床单都换掉，免得下一任公爵夫人住进来会觉得心里隔音。可还没等他说完，基安就冷笑着打断了他。他说这些愿望他一个都不会满足。请求？基安居高临下的看着他，眼神里全是压抑的怒火。你觉得作为一个骗子，现在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哪怕这只是一场政治联姻，你也是那个先撒谎的人。他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只留下克洛戴尔独自面对黑暗。基安走出房间，头也不回地吩咐管家去拿酒来，要最烈的那种，然后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他猛地灌下一大口酒，可克洛戴尔的声音却像针一样在脑子里乱钻。这种时候，他怎么还有心思去担心别人？担心领地的孩子在挨饿，担心下一任夫人住得不舒服。那他呢？他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直到这一刻，基安才猛然意识到，在那次意外发生之前，自己对克洛戴尔的冷落到底有多过分。那些伤人的话，还有他一直以来的视而不见，其实早就把他推向了万丈深渊。基安比谁都清楚，一个被丈夫冷落的贵族女人，通常都活不了多久。可她当初还是选择了视而不见，只因为她是贝尔蒙特家族的人。克洛戴尔的话像一把钝刀子在割他的心。他说，不管是病死，还是被他冷落而死，结果其实都没有区别。基安沉默地听着，心里却翻江倒海。他曾发誓要像对待救命恩人一样，去好好补偿这个女人。可当克洛戴尔说出那天换作是谁他都会救的时候，他却彻底失控了。他无法接受自己视若珍宝的救命之恩，在对方眼里竟然只是随手而为的善意。基安盯着杯里的酒，脑子里冒出一个疯狂的念头：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旁观，而是直接发动战争，哪怕背上叛国的罪名也要复仇，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如果没有认识克洛戴尔，他现在应该站在贝尔蒙特家族的废墟上，亲手杀掉那里的每一个人，看着仇人的血脉彻底断绝。他本该只感觉到复仇的快感，可偏偏他遇到了这个女人，偏偏他体会到了这种让他心乱如麻的感情。如果从来没有认识过他，如果从来没有动过心，他就不必像现在这样痛苦。可是到如今，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他猛地仰起头，将满杯的苦涩一饮而尽。基安重重地放下酒杯，他知道现在不是后悔的时候，他必须跟死神抢人。他叫来管家，下达了最后的死命令，立刻去发布高额悬赏，不管是谁，只要能拿出救命的药方，想要什么他都给，哪怕翻遍整个大陆，他也一定要把克洛戴尔从鬼门关拉回来。看着病床上虚弱的女人，基安在心里发了狠：我不点头，谁也别想带走你，你绝对不能死，因为我不允许。在这座看似平静的王城里，一场风暴正要开始。大门被猛地推开，比安卡直接闯了进来，直呼国王的名字。瓦尔基停下手中的动作，冷冷地说：你太没礼貌了。比安卡根本不吃这一套，反问道：哥哥，你现在还有心思跟我谈礼貌？看来这次他是真的要讨个说法了。比安卡这次是真的气炸了，他当面质问瓦尔基，明明答应过要把她嫁给基安，为什么趁他不在就用亡命把婚事给变了？瓦尔基却一脸淡定，说自己从没指名道姓要她嫁给基安，还打算重新给她找个候选人。这话一出，比安卡彻底坐不住了。放眼整个王国，哪还有比基安更好的男人？他甚至搬出长辈来压人。
瓦尔基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直接下了逐客令，让他立刻滚出去。看着妹妹摔门而去，瓦尔基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任性的脾气真是让人头疼。但这门婚事恐怕是彻底没戏了。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让瓦尔基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提姆尼斯公爵夫人意外受伤，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天助我也。眼前的提姆尼斯公爵正急得团团转，领地战争爆发，粮食供应也被切断了，他只能跪在国王面前求助。瓦尔基表面上非常体恤，不仅安抚公爵的功劳，还承诺很快就会发布王命来解决问题。就在公爵以为遇到救星时，瓦尔基突然话锋一转，问起公爵是不是有个养女。谁能想到，这位国王心里正打着阴暗的算盘。他原本只想给基安找个最差劲的结婚对象，让他这辈子都翻不了身。结果现在，最完美的棋子竟然自己送上门了。瓦尔基看着桌上的信，冷笑着骂了一句愚蠢。他已经安排好下个月去罗温，因为那里很快就要上演一场好戏了。而此时的公爵府里，哈娜正哭得泣不成声。没想到是赫佐尔，公爵甚至还交代过，如果克洛戴尔出了意外，就把他的遗体送回贝尔蒙特。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进了克洛戴尔的心里。他原本以为自己找到了依靠，结果到头来，对方连他的后事都安排好了。哈娜坐在床边，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意。既然你们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他不仅要杀掉贝尔蒙特公爵，连那个伊莲娜，他也一个都不会放过。他要让那个男人亲手毁掉自己最珍视的一切。克洛戴尔还在拼命辩解，说自己是为了救那些挨饿的孩子，才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哈娜哭得委屈极了，她觉得两人明明是最好的朋友，克洛戴尔却一直把他当外人，什么秘密都瞒着他。为了立功赎罪，哈娜赶紧抛出一个重磅消息：公爵现在正开出巨额悬赏，发了疯一样在找那种叫赫佐尔的药。听到这个名字，克洛戴尔的眼神瞬间冷了下来。他心里很清楚，公爵这辈子都不可能找到那种药，因为那条路早就被堵死了。与此同时，基安在书房里发现了一封密信，上面的火漆印章非常眼熟，那是贝尔蒙特家族的标志。看来这背后的水比所有人预想的都要深。马奇带回了一个好消息，那份失传已久的配方终于找到了。但奇怪的是，这份东西的来路非常可疑。基安盯着桌上的信封，语气冰冷地质，问眼前的老人：“这可是禁药赫佐尔的配方，你到底是从哪偷来的？”老人吓得连声求饶。他坦白自己以前是个药剂商，10年前有一对神秘人经常来卖药草，还留下这份配方让他帮忙凑齐材料。可就在那之后不久，那对男女居住的村子就起火了，整片村庄被烧成白地，那2个人也从此人间蒸发。基安沉默着拆开了信封，当他看清里面的内容时，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张纸竟然是昂贵的金箔材质，而且上面印着的是贝尔蒙特家族特有的标记。看来这份配方的背后不仅藏着人命，更是大有来头。基安对手夏马奇交代，给这老人双倍的赏金。老人听完激动坏了，一边道谢一边拼命鞠躬。可就在他弯腰的一瞬间，一个红色的吊坠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基安盯着那个吊坠，脸色立刻就变了。他冷声质问老人：“你是不是那个村子的幸存者？”老人吓得连连摆手，说这东西根本不是他的，而是当年留下配方的那个人抵押给他的旧物。基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让老人把吊坠也留下，并承诺会再给3倍的封口费，只要他把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老人拿着钱千恩万谢的走了。但这枚吊坠的出现，让原本就复杂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马奇仔细核对了配方，确认这确实是真家伙。基安立刻下令，让他动用所有关系，尽快把上面的材料凑齐。可马奇看着看着，手突然停住了。他一脸为难地告诉基安，这上面有一种材料，恐怕这辈子都找不着。这种药引子极其罕见，除了这份配方，没有任何药方会用到它。那就是野生水牛幼崽的心脏。这种水牛身高足足有3米，平时都是成群结队的出没，而且他们出了名的护崽，只要幼崽受到一点威胁，整群水牛就会发疯一样，把对手踩成肉泥。马奇无奈地叹了口气，以现在的条件，想要猎杀这种怪物，简直就是去送死。基安冷冷地问了一句：“你是在告诉我，这世上有办不到的事吗？”马奇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毕竟那可是去送死。但基安根本不听任何解释，他盯着马奇，一字一顿地丢下死命令：“去给我找，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是掘地3尺，也必须把东西带回来。”马奇却一脸为难，这种病根本没时间等，现在去找那种药引子，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基安冷冷地反问：“难道还没试过，就要眼睁睁看他等死吗？”马奇低声提醒：“夫人的时间真的不多了，这种病一旦发作，最多只能撑1个月。算算日子，他现在撑死也就剩10天，与其浪费时间找药，不如想想别的办法。”基安沉默了，这最后10天的期限像是一道催命符，压得人喘不过气。以前总觉得他只是瘦了，直到现在才发现他的身体早就已经垮了。或许只是因为我从来没在意过。马奇在一旁分析，皇宫里可能有这种药，但就算快马加鞭，往返也要整整2周，再加上寻找药引的时间，这根本就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在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一声惨叫，老管家慌慌张张地冲进来：“出大事了，夫人刚刚晕倒了。”基安愣在原地，最担心的局面还是提前发生了。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死寂，门被猛地撞开，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僵在原地。克洛戴尔倒在血泊中，洁白的睡裙被染得通红，这一幕比任何噩耗都要扎眼。基安死死盯着这一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哈娜跪在地上拼命哀求：“大人，求求您救救夫人吧！”
只要能救活他，就算让我去死也行，求求您了。他一把推开挡路的人，现在每一秒钟都是在和死神抢人。基安紧紧抱住怀里的人，拼命呼喊着他的名字，可克洛戴尔一点反应都没有。他脑子里想的竟然全是死后的安排，求他不要切断领地的粮食供应，甚至还提醒他要把家里的床单换成新的，因为他觉得这些东西得留给下一任公爵夫人用。马奇急忙冲过来检查，在触碰到他手腕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愣住了。他颤抖着说出结论：1个星期，最多也就剩1个星期了。这最后的一点时间，终究还是进入了倒计时。既然已经没别的办法了，基安冷冷的开口：“我亲自去。”管家吓的话都说不利索，那可是传说中的水牛，除了他，没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回来。管家死死拦在门前：“大人，您现在还没有继承人，万一您出了什么事，整个家族就全完了。”基安听完竟然冷笑了一声：“继承人？我的妻子现在命悬一线，我上哪去弄什么继承人？对他来说，如果怀里的人保不住，那所谓的家族荣耀根本一文不值。”他没有再废话，转身直接冲进了夜色。基安的一声令下，整座公爵府瞬间变了天，召集所有精锐骑士，立刻出发。深夜的庭院里，全副武装的军队已经集结完毕，骑士们私下里议论纷纷，谁也搞不明白大半夜的为什么要出城去抓风水牛？难道真的只是为了给那个快死的女人找药引？基安换上一身重甲，正准备翻身上马，一个身影突然冲了出来。哈娜背着沉重的行囊，声音里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大人，请带我一起去。”他不想在家里坐以待毙，只要能帮夫人找到药，哪怕再危险他也要去。基安看着这个瘦弱的女仆，沉默了很久，谁也没想到这个平时胆小的姑娘竟然有这种胆量。基安并没有带上哈娜，他把手搭在女孩的肩上，低声交代了最后一件事：代替我守在你家夫人身边。这不仅是命令，更是他唯一的嘱托，因为接下来的路他必须一个人去闯。基安翻身上马，扣上了冰冷的头盔，遮住了所有的情绪。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整支军队消失在夜色中。而此时的公爵府内，克洛戴尔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看着空荡荡的房间，轻声呢喃了一句：“胸口好像已经不疼了。”克洛戴尔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不咳嗽了，胸口也不疼了。他迷迷糊糊的想：难道这里就是天堂吗？结果耳边传来一声冷哼，真是荒谬。他猛地定住，看清了床边坐着的那个男人，基安正冷冷地盯着他。醒来第一句话就这么不吉利，你可真行。克洛戴尔彻底懵了，如果基安在这，那这里肯定不是天堂，难道是地狱？就在他胡思乱想的时候，哈娜惊喜地扑到床边：“夫人，您终于醒了。”看到哈娜那张熟悉的脸，克洛戴尔这才反应过来，地狱里可不会有哈娜，自己竟然真的活了下来。可还没等他松口气，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既然自己没死，那基安为什么会守在这里？我还活着？克洛戴尔看着自己的双手，简直不敢相信。基安坐在床边，语气霸道的不容置疑：“你死不了，因为我不允许。”克洛戴尔愣住了，他可是贝尔蒙特家的人，是基安最恶的家族成员，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救他？基安冷哼一声，给出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理由：“我不允许我的人生出现瑕疵。结婚才3个月就给新娘办葬礼，我可丢不起这个脸。”克洛戴尔沉默了片刻，看着这个嘴硬的男人，轻声说了一句：“谢谢你。”这句话显然让基安有些不知所措，他猛地站起身，背对着克洛戴尔冷冷丢下一句：“这就是我能给你的全部宽容了。”基安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他指着克洛戴尔警告：“别想再用生病当借口，在我的城堡里无所事事。”可他前脚刚走，哈娜就忍不住开始爆料了：“夫人，您别听他的，为了给您弄到那副药，公爵大人差点把命都搭上了。那种传说中根本找不到的野牛心脏，他不仅带回来了，甚至还多带了几个备用。”克洛戴尔听得一愣一愣的，这些药竟然真的是他亲手弄回来的。哈娜越说越兴奋，甚至开始手舞足蹈的模仿：“您是没看到他当时有多帅？他紧紧抱着您大喊：如果我不去拿药，还有谁能救你？”看着哈娜那副崇拜的样子，克洛戴尔一脸黑线，这画面怎么听都不太对劲。更让他纳闷的是，哈娜什么时候竟然开始管基安叫大人了，甚至还改口叫自己夫人。看来这顿药没白吃，不仅救了命，还顺便把身边的人都给收买了。基安最近忙得脚不沾地，堆成山的公文压得他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管家在一旁提醒，又是突如其来的婚礼，又是给夫人找药，现在还得操办秋季庆典。基安突然问起护城河里养的那些水牛怎么样了，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稍微放下心来。但他心里很清楚，这桩婚事从头到尾就是个骗局，对方把一个病重的女人嫁过来，显然没安好心。只要夫人的病情反复，这就是对方挑起领地争端，甚至直接开战的最好借口。真正的麻烦恐怕还在后头。既然已经结了婚，克洛戴尔现在就是基安的人了，不管以前是什么身份，现在都得听他的。基安嘴上说着是为了盯着他好好吃饭，结果每天雷打不动，都要把餐点送到他房里去。看着克洛戴尔一天天变漂亮，基安居然觉得越喂越有劲，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养什么小宠物。听说夫人一大早就开始练武，基安不仅没反对，反而觉得这事办得不错。看来只要他能好起来，花点心思确实挺值得的。基安兴冲冲地推开门，结果眼前的这一幕让他当场定在了原地。只见克洛戴尔正和别的男人搂搂抱抱地凑在一起，基安的声音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问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解释说自己只是在学跳舞。可基安盯着他那副样子，语气里全是火药味。他质问克洛戴尔，难道就要穿成这样跟人跳舞？
虽然克洛戴尔解释是练得太热，但基安的醋坛子显然已经翻了。这场面换成哪个男人恐怕都忍不了。看来这舞是没法安稳练下去了。基安这醋劲儿可真不小，舞蹈老师还没来得及客套几句，就被他直接打断，说是开饭时间到了。他转头吩咐管家给这位老师结一下今天的工钱，还要额外多给一份，其实就是让他拿上遣散费，赶紧卷铺盖走人。饭桌上，基安提醒克洛戴尔要注意身为公爵夫人的仪态。克洛戴尔有些委屈，说是练武出汗实在太热了。基安这才反应过来，克洛戴尔穿的衣服确实太厚了，但他突然想起他那些轻便的旧衣服早就被鲜血弄脏，没法穿了。看着眼前的克洛戴尔，基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对妻子的关心实在太少，甚至连他没衣服穿都不知道。他在心里暗暗决定，不能只在床上跟他相处，以后得花更多的时间好好陪陪这个女人了。基安这会儿正忙着呢，他把盘子里的肉切得整整齐齐。克洛戴尔看得一头雾水，还以为他怎么了，结果基安解释说，切碎了是为了让他吃得方便。还没等这顿饭吃完，他就急着让管家去把裁缝叫来。看来公爵大人是真上心了。裁缝一进门就拿出了最流行的款式，又是撞色又是蕾丝，吹得天花乱坠。就在裁缝询问颜色喜好时，哈娜突然站了出来，直接替夫人做了决定，开口就要金色。哈娜还特意强调了一句，除了带金边的扣子，夫人什么都不讨厌。这话一出，旁边的裁缝直接听懵了。看来在这个家里最懂克洛戴尔心思的还得是哈娜呀。屋里正吵得不可开交，裁缝还想仗着胆子反驳，结果基安推门而入，一句话就让全场静音。哈娜可算逮着机会了，指着裁缝的鼻子当场告状，说就是这家伙在外面乱转，造谣夫人偷了那枚金扣子。基安听完明显愣了一下，裁缝还在那儿支支吾吾想抵赖，哈娜却不依不饶，非要基安还夫人一个清白。只见基安沉默了片刻，随后转过身，冷冷地盯着那个裁缝，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他一字一顿地告诉裁缝，克洛戴尔没有偷任何东西，那枚扣子是他亲手送的，谁要是再敢乱嚼舌根。这下裁缝彻底傻眼了，公爵大人这护短的劲儿，看来是要把造谣的人往死里整啊。裁缝这下彻底慌了，拼命找借口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才犯了错，想求公爵大人网开一面。结果基安冷笑一声，顺着他的话往下接，既然你都说自己老了，那就干脆别干了，直接回家养老吧。他转头吩咐管家给这裁缝一笔丰厚的养老金，听着像是赏赐，其实是让他永远别再出现在城堡里。裁缝还没来得及求饶，就被直接拖了出去。处理完这个麻烦，基安转头看向克洛戴尔，语气瞬间变得温柔。他随手递过去一件新裙子，让他现在就去试试。他说总不能一直穿着旧衣服。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旁边的哈娜已经乐开了花，拉着夫人就往更衣室跑。看着基安的背影，哈娜忍不住小声感叹，咱们这位公爵大人护起短来真是太给力了。换衣服的时候，克洛戴尔心里一直乱糟糟的，他忍不住在想，基安刚才那样护着他，到底是因为真的在意，还是仅仅因为他是名义上的妻子。等他推门走出来的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这身新裙子简直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哈娜在旁边激动的不行，一个劲儿的夸夫人漂亮。基安坐在沙发上，眼神里闪过一丝惊艳，嘴上却只说了句还不错，但他马上又盯着克洛戴尔的脖子看，总觉得缺点什么，非要让人拿条项链来配上。克洛戴尔这会儿还没缓过神，找了个借口说自己累了，不想再折腾首饰。基安倒也没坚持，反而破天荒的主动开了口。他看着克洛戴尔，语气里带着少有的歉意，说裁缝这事儿是他没想周全，让克洛戴尔受委屈了，他保证很快会找个更好的过来。看着基安认真的样子，克洛戴尔心里的那点不安好像一下子全散了，这日子似乎真的要开始变样了。基安这人出手确实大方，不仅给夫人准备了新衣服，还顺便告诉女仆哈娜，让她也去挑几件首饰当赏赐，把哈娜乐得合不拢嘴。可等他走出房门，心里却突然咯噔一下，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深夜里，基安独自推开了克洛戴尔的房门，看着床上熟睡的女人，他心里的疑惑越来越重。按理说，作为贝尔蒙特家送过来的新娘，随嫁的珠宝首饰肯定少不了。可基安仔细回想了一下，除了那几枚被当成宝贝的扣子，克洛戴尔身上竟然干净的过分。他从不打扮自己，甚至连一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戴过，那些本该属于他的嫁妆到底都去哪儿了？基安冷笑了一声，他原本只是怀疑，可当他亲手拉开克洛戴尔的梳妆台抽屉时，整个人都沉默了。这简直太离谱了！堂堂贝尔蒙特家的千金大小姐，出嫁时的随嫁礼本该堆成山，可眼前的抽屉里竟然比脸还要干净。基安现在总算看透了，那个老家伙肯定早就知道克洛戴尔生病了，所以才急着把他甩掉。哪怕是养女，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去送死？这哪里是联姻，这分明是把他推向火坑。既然你们不把他当人看，那接下来的账咱们得好好算算了。基安昨晚那句警告一直绕在克洛戴尔耳边，他说让他别掉以轻心，明天肯定有大事要发生。就在这时候，管家突然推门进来，说大人有令，让他现在就收拾一下，准备出门。克洛戴尔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大早上的到底要带他去哪？哈娜赶紧在一旁打圆场，劝他先换件漂亮的新裙子，毕竟这种突然的安排通常都没什么好事。克洛戴尔心里越来越没底，早知道刚才就该大着胆子问个清楚。哈娜拿出一件绿色的长裙，问克洛戴尔要不要试试这件。克洛戴尔看着薄薄的料子，心里直打鼓，穿这么少真的能行吗？
哈娜笑着解释说，罗温这地方暖和，大家都习惯这么穿，既然嫁过来了，总得慢慢适应这里的规矩。换上新裙子的克洛戴尔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连哈娜都忍不住夸赞，这颜色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敲门声，基安已经在外面等得不耐烦了，他冷冷地问了一句：“准备好了吗？”克洛戴尔还没来得及照镜子，就被基安催着赶紧出发。看他这副急匆匆的样子，接下来的行程恐怕没那么简单。克洛戴尔一路上都在打听今天到底要去哪，基安却故意卖了个关子，只说到了地方他自然会明白。等马车停稳，克洛戴尔抬头一看，竟然是一家装修奢华的珠宝店。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基安带了进去。店员早就接到了消息，恭恭敬敬地把两人请到贵宾席。克洛戴尔心里直犯嘀咕，好端端的带他来这种地方干什么？基安倒是干脆，直接让店员把最适合夫人的首饰全都拿出来挑一挑。看着基安那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克洛戴尔彻底懵了。这男人难道是要把他没带过来的嫁妆全都给补回来吗？基安指着那一桌子珠宝，让克洛戴尔随便挑。他还故意放狠话，说既然穿了罗温的裙子，就别再戴贝尔蒙特那些土掉渣的首饰，要是被他看见，直接就给扔进护城河里去。克洛戴尔听着这些话，心里却一阵发酸。其实他哪有什么旧首饰，当初在那个家里，父母为了几件珠宝吵得不可开交，谁都不愿意把东西留给他。最后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趁着家里人不注意，把那些东西全送人了。他本以为这些难堪的往事会被永远埋在心底，可看着基安现在的举动，他突然反应过来，这男人肯定是发现了他没带嫁妆，才故意找借口带他来这，用这种霸道的方式帮他把丢掉的体面全找回来。见克洛戴尔半天没动静，基安皱着眉头问他是不是这些都看不上。克洛戴尔赶紧摇头，这哪里是看不上，这分明是他想都不敢想的转折。克洛戴尔看着满桌的珠宝，还在纠结到底哪一件更合适。基安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他明白了。还没等克洛戴尔反应过来，基安就直接告诉店员这些东西他全都要了，甚至连头都没抬一下，就吩咐店家按照尺寸改好，直接送回城堡去。克洛戴尔这下彻底坐不住了，他拉住基安小声追问，这么多首饰全买下来，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基安却一脸理所当然，反问他这有什么问题。在他看来，这些东西一点都不多，因为这关系到公爵夫人的尊严。他盯着克洛戴尔，语气强硬的不容拒绝，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就要拿出应有的样子，除非他想让他跟着一起丢脸。克洛戴尔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男人虽然嘴上不饶人，但他给出的这份底气，却是他这辈子从未感受过的。克洛戴尔低声应了一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身份是公爵夫人。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活不了多久，所以凡事都抱着凑合的心态，甚至觉得这个头衔也只是暂时的。可基安接下来的举动却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男人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提醒他还有下一个地方要去，然后便自然而然地牵起了他的手。这一步迈出去，克洛戴尔感觉一切都变了。他不再是那个躲在阴影里等死的人，而是真真切切地站在了这个男人的身边。等两人走出大门，眼前的景象让克洛戴尔忍不住发出了惊叹。眼前的街道阳光明媚，到处都是克洛戴尔没见过的景象，他忍不住感叹，这里真的太美了，跟他那个死气沉沉的老家完全就是两个世界。基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带着他继续往前走。推开一扇门，里面竟然藏着一个布满了鲜花的玻璃暖房。克洛戴尔整个人都看呆了，他从没见过这种地方，到处都是盛开的花朵，空气里全是清甜的味道，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花园咖啡馆？基安拉开椅子，问他要不要在这里喝杯茶。克洛戴尔点点头，坐了下来。这一刻，他才真正感觉到属于他的新生活好像真的开始了。基安看他一直没说话，轻声问他是不是不喜欢这里。克洛戴尔赶紧摇头，这里到处都是盛开的鲜花，美得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原来在室外花也能开得这么灿烂。基安没再多问，转头开始熟练地跟店员点餐。看着男人认真的侧脸，克洛戴尔却突然有些恍惚，他把手轻轻放在胸口，感受着那份久违的平静。就在不久前，他还深陷在那场被强加下来的婚约里，所有人都说这是为了救那些快饿死的孩子，他只能一边咳着血，一边咬牙硬撑着。可现在，精致的点心和红茶就这样摆在了他的面前，这种突如其来的安稳让他觉得像是在做梦，甚至有些害怕这一切会突然消失不见。克洛戴尔看着眼前的阳光和茶，心里百感交集。他从没想过自己还能这样平静地活着，甚至能和名义上的丈夫坐在一起享受下午茶。基安察觉到了他的异样，放下茶杯，问他怎么了。见他没说话，基安有些慌了，赶紧追问他，好端端的怎么还掉眼泪了？克洛戴尔伸手抹了抹脸，却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自己没事，只是觉得现在真的太幸福了，能像这样坐在这里，简直像是在做梦一样。克洛戴尔笑着说，能坐在这里真的太开心了，谢谢你带我出来。基安表面上稳如泰山，淡淡的回了一句这没什么，其实他心里庆幸的很，多亏听了管家的建议，不然这会儿肯定要搞砸。回想起管家当时的架势，简直是手把手在教他约会的时候必须事事都顺着女方的意思。当时基安还一脸不屑，觉得去那种地方喝廉价茶简直是自降身份，可管家却一针见血，重点根本不在那杯茶，而是在于气氛。看来这位恋爱小白这次是真的遇到高人了。管家为了这次约会，连薪水都敢拿来对赌，他断定在这种冰天雪地里带克洛戴尔去温室花园绝对是满分选择。
季安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工资不仅不能扣，还得给他翻倍。他从来没见过克洛戴尔笑得这么灿烂，甚至觉得这满屋子的名贵花朵都没他好看。意识到自己在胡思乱想，季安赶紧收回心思，有些生硬地问他：“要是喜欢，咱们走的时候再带点回去。”克洛戴尔一脸惊喜：“真的可以吗？”看来这次季安是彻底被管家带上道了。看着克洛戴尔对着菜单傻笑，季安有点想不通，这事儿真有那么开心吗？刚才挑珠宝的时候，他明明连头都懒得抬一下，现在却判若两人。可不知道为什么，看着他身体一天天好起来，季安反而觉得心里堵得慌。他忘不了以前那些晚上，克洛戴尔只是为了履行义务，就在他身边强忍着痛苦，那种感觉就像每呼吸一次都在受罪，可他却从来没抱怨过。季安越想越觉得烦躁，甚至开始自我怀疑，他到底是在生克洛戴尔的气，还是在生自己的气？这种莫名其妙的情绪让他彻底坐不住了。克洛戴尔突然开口，想问季安一个问题，季安倒也大方，让他尽管开口。可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却让气氛瞬间凝固了。他问：“你为什么要救我？”季安愣了一下，在这种大好日子里，为什么要提这种沉重的话题？他心里闪过无数个念头，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能有污点，更不能接受刚结婚3个月就要给新娘办葬礼这种丑闻。他甚至在心里告诉自己，换作是任何人身处险境，他都会出手相救。可这些冷冰冰的理由，现在一个也说不出口。最后他只是敷衍了一句：“没理由，就是想救了。”这句没头没脑的回答，反而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季安还是那副硬邦邦的语气，他说换成是谁快死了，他都会出手相救。这话说的简直是想把关系撇得干干净净。可克洛戴尔听完，不仅没有半点失落，反而露出了一个季安从未见过的温柔笑容。这下季安彻底坐不住了，他完全搞不懂为什么他会露出这种表情。克洛戴尔轻声回应：“原来是这样。”随后他看着季安，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句：“公爵大人，您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一技之球直接把季安给整不会了。克洛戴尔接着说：“季安比他想象中还要优秀。”这让季安有点心虚，忍不住在心里犯嘀咕：他以前到底是怎么看我的？克洛戴尔很清楚，在别人眼里，他的家族名声并不好，但他更看重眼前的季安。他觉得季安不仅治理着广阔的领地，而且治理得井井有条。最让他感动的是季安那种不需要理由就会伸手救人的善良，这种纯粹的行为，在他眼里简直高尚到了极点。季安听完这番话，半天没憋出一个字，只是默默站起身，说时间不早了，该走了。可就在离开的时候，他却下意识地接过了克洛戴尔手里沉甸甸的甜点盒，虽然嘴上还是冷冰冰的，但这种不经意的小体贴已经出卖了他现在的内心。看着克洛戴尔灿烂的笑容，季安知道自己这下是真的彻底陷进去了。季安一个人呆着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刚才的画面，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刚才花园里的玫瑰花香让他整个人都变得不正常了。而另一边，克洛戴尔带回来的甜点让哈娜直接炸开了锅。哈娜一边吃一边感叹，又是买珠宝又是去咖啡馆，这不就是妥妥的约会吗？克洛戴尔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压根没往那方面想，只是结结巴巴地重复着约会。哈娜一脸理所当然，反问他：“不然你以为这叫什么？”克洛戴尔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原来刚才经历的一切竟然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约会。哈娜还在旁边打趣：“幸亏你刚才没反应过来，不然以你的性格，恐怕在那儿连路都不会走了。”这下好了，原本平静的心现在彻底乱成一团了。哈娜的话一直在克洛戴尔耳边转，说什么公爵大人肯定陷进去了，迟早还会带他去更好的地方，这让躺在床上的克洛戴尔怎么也睡不着。他反复琢磨着那个词约会，虽然心里还在纠结，万一这只是自己的错觉呢？但一想到今天看到的那些花，想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快乐，他还是忍不住感叹，这种幸福的感觉真的太难得了。可就在他闭上眼睛，准备带着这份甜意入睡时，记忆却突然把他拉回了那个最黑暗的时刻。自从那一天起，噩梦就从未真正离开过。原本温馨的房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冲天的火光和绝望的呼喊：“妈妈，救救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场大火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秘密？火光冲天的那个晚上，父亲死死拉住克洛戴尔的手，催促他赶紧离开。可年幼的他还在哭喊，一定要带上妈妈一起走。父亲为了让他安心逃命，撒了一个这辈子最大的谎。他说妈妈已经逃出去了，说家里所有人都会没事的。可结果呢？那些所谓的安全，全都是骗人的。克洛戴尔在梦里痛苦地质问：为什么要骗我？为什么要给我那种虚假的希望？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餐具掉落在地，克洛戴尔猛地从噩梦中惊醒，整个人僵在座位上。旁边的季安察觉到了不对劲，关切地问他怎么了。可这种刻骨铭心的痛又要怎么说出口呢？看着克洛戴尔魂不守舍的样子，季安赶紧问他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克洛戴尔沉默了很久，眼神里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无助，他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突然伸手拉住了季安。他说：“我有一个请求。”季安还没反应过来，只是下意识地应了一声。结果下一秒，克洛戴尔就说出了一句让空气都凝固的话，他说：“我想让你陪我一起睡。”甚至还补了一句：“今晚能不能去他的卧室？”这简直是直接摊牌了。季安表面上稳如泰山，可等他独自待在浴池里，脑子里全是刚才那几句话，他怎么也想不通，这种话怎么会从他嘴里说出来？难道真的是约会起作用了？这下轮到他彻底睡不着觉了。
自从那天之后，季安心里就一直有个坎，他总觉得那场惨剧会成为他永远挥之不去的噩梦。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去面对一个崩溃或者恐惧的他。可当他推开那扇门，眼前的景象却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样。他竟然早就在门口等着了。克洛戴尔笑着说：“你真的来了，谢谢你能过来。”看着他温柔的样子，季安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低声回了一句：“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这气氛跟刚才的沉重完全是两个世界。季安开门见山地问：“闹了半天，你把我叫过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克洛戴尔低着头，终于说出了那个难以启齿的理由：他有严重的失眠症，一个人根本没法入睡。季安听完愣了一下，他本以为是因为之前的意外，可他却急忙否认，说这毛病从进城堡那天就开始了。听到贝尔蒙特城堡这个名字，季安这下全对上号了。他想起他其实是公爵的养女，当初是因为家里出事才被送过来的。看来这个失眠的背后藏着一段他不想再提的过去。季安在心里盘算了一下，说白了，他是因为父母接连出事，才落下了这个失眠的病根。克洛戴尔也没隐瞒，承认自己这些年确实过得辛苦。以前在城堡里还有哈娜陪着，可现在他身边已经没人能依靠了。看着他这副样子，季安终究还是没法硬下心肠。他沉默了半天，最后还是松了口。他坐到床边，拍了拍身边的位置，说：“过来吧，今晚我陪你睡。”克洛戴尔显然没料到他会这么干脆，整个人都愣住了。直到两人真的并排躺下，这尴尬又微妙的气氛才算彻底拉满了。克洛戴尔躲在被子里，小声地问季安：“睡觉的时候能不能牵着手？”他说：“只有感觉到别人的体温，自己才能睡得踏实。”他还提到了以前的女仆哈娜，说以前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季安听完没说话，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谁能想到他根本没打算牵手，而是直接伸手把他搂进了怀里，低声说了句：“过来。”这一下，两人的距离近的都能听到呼吸声。季安在心里想，既然名义上是夫妻，像陌生人一样牵个手也太奇怪了。虽然这进展比预想的要快，但他看着怀里的人，心里却在盘算，如果每天都能这样陪着他，当年的那些遗憾是不是就能一点点补回来了。第二天一早，克洛戴尔从睡梦中醒来，他下意识伸手摸了摸身边的位置，那股余温还在，这让他意识到昨晚的一切都不是在做梦。他自言自语地说：“你居然真的来了。”原本他以为季安只是随口答应，没想到他不仅准时出现，甚至还那样紧紧地抱住了他。克洛戴尔拉起被子遮住脸，心里乱成了一团。他觉得这下彻底完了，自己好像真的开始喜欢上他了。毕竟季安救过他的命，现在又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安稳。这份突如其来的心动让他既觉得感激，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接下来的局面。克洛戴尔心里很清楚，让季安这种身份的人喜欢上自己，确实有点不敢想。但既然两人已经结婚了，自己偷偷动个心，应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可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件大事，叔叔那个老狐狸其实一直盼着他出事，只要他一死，叔叔就有借口直接对季安开战了。想到这，他一刻也坐不住了，必须马上发个电报回去。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在纸上飞快地写着，说自己身体已经痊愈，而且和丈夫相处得非常融洽，只要让外界知道他活得好好的，而且和公爵关系稳固，叔叔就彻底没了找茬的借口，提姆尼斯也就安全了。就在他刚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哈娜推门走了进来，看着天还没亮就坐在桌前的女主人，哈娜一脸惊讶地问：“夫人，您今天怎么起得这么早？”哈娜看克洛戴尔起这么早，还以为他昨晚又失眠了，结果克洛戴尔笑着说：“昨晚睡得挺踏实，因为公爵大人亲自过来了。”哈娜听完一脸惊讶，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克洛戴尔就递过去一封信，叮嘱他现在就去办一件事，把这封电报发往贝尔蒙特，而且越快越好。画面一转，在远方那座被大雪覆盖的城堡里，管家急匆匆走进办公室，向克洛戴尔的叔叔提姆尼斯汇报，说收到了一份来自罗温的电报。有意思的是，这份电报的署名并不是克洛戴尔，而是那个女仆哈娜。叔叔听完冷笑了一声，眼神里透着一股阴狠。他一边伸手接过信，一边像是在盘算着什么。这封信到底能不能瞒天过海？叔叔接下来的反应才是真正的关键。叔叔这回可是打错了算盘。他一边拆信一边还在想，克洛戴尔是不是已经病入膏肓了？自己终于可以彻底除掉这个眼中钉。可等他看清信里的内容，整个人都愣住了。信上白纸黑字写着，克洛戴尔不仅病好了，而且和丈夫季安过得非常甜蜜，甚至说心跳都因为这份幸福而加速。看到这，叔叔气得一把将信纸揉成团，狠狠地砸在桌子上。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本该死掉的侄女竟然能在那边活得风生水起。他咬牙切齿地咆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仅病好了，还跟那个小鬼搞到了一起。不过这老狐狸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坐回椅子上，眼神里透出一股更深的寒意。既然这一招没成，他肯定还有更阴毒的后手。这老狐狸动作真快，刚看完电报就立刻下令让人把女儿叫过来。伊莲娜推门进来的时候，心里还有点打鼓，不知道父亲这么急着找她，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叔叔脸上挂着那种让人发毛的笑，慢悠悠地开口说：“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去罗温吗？现在机会来了。”他盯着女儿，语气里透着一股算计：“我想让你去罗温待上一阵子，要是你觉得在那儿住得舒服，以后永远留在那里也行。”后厨这帮人正嚼舌根呢，都在夸克洛戴尔长得像小仙女，尤其是那一头红发，简直漂亮的不像话。哈娜这时候推门进来，打算看看午饭准备的怎么样，毕竟伺候好夫人的胃才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厨师今天也是下了血本，做的全是夫人最爱吃的菜。大家还好奇哈娜吃不吃得惯，毕竟这地方跟老家口味可不一样。哈娜倒是挺想得开，直言这里的饭菜最合胃口。看来跟着克洛戴尔来到罗温，对他来说反而是个好机会。哈娜发现最近城堡里关于夫人的风评，那是肉眼可见的变好了。毕竟长得漂亮又没架子，谁能不喜欢呢？推开房门一看，克洛戴尔还在那埋头苦读，连午饭时间到了都没发现。原来是秋季庆典马上就到了，虽然现在有管家盯着，但他觉得既然当了女主人，就要赶紧把活儿给接过来。他手里拿的全是历任公爵夫人留下的记录，看来为了能在这个家挑大梁，克洛戴尔这次是动真格的了。看着克洛戴尔这么拼命，哈娜心里真是又心疼又觉得可爱。其实就算不这么辛苦，公爵大人也早就被他吃得死死的了，完全可以慢慢上手。可克洛戴尔却开始钻牛角尖，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公爵。哈娜一听这话，急得不行，自家夫人要颜值有颜值，要脑子有脑子，公爵大人又不瞎。克洛戴尔翻着手里的记录，嘴里却念叨着另一个名字伊莲娜，在大家眼里，那才是真正完美的女人。更要命的是，信上说这位伊莲娜马上就要到了。哈娜为了给自家夫人撑腰，甚至搬出了公爵每晚查岗的私密室，想证明夫人的魅力无人能挡。可这个伊莲娜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候突然冒出来，总觉得接下来的日子怕是要不太平了。克洛戴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公爵也高兴高兴，毕竟总让人家单方面付出，心里确实有点过意不去。哈娜这小机灵鬼赶紧凑上来支招，提议明天干脆去户外野餐，反正上次因为意外没玩尽兴，这次正好补回来。既然上次是公爵主动，那这次礼尚往来，也该轮到夫人主动约人家一次了。这话说的克洛戴尔心里直打鼓。约会这个词听着就让人心里乱糟糟的，但为了能让那个人开心，他还是决定豁出去试一试。第二天，克洛戴尔早早就把野餐的地方布置好了，一个人坐在花丛里等着，就是不知道那位公爵大人今天会不会准时出现。看着手里刚编好的花环，克洛戴尔心里突然有点打鼓，这种小孩子玩的东西，在那位严肃的公爵眼里，会不会显得太幼稚了？毕竟每次见到基安，他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甚至让人觉得他在生气。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挺吓人的，明明长了一张那么帅的脸，要是能多笑笑就好了。就在克洛戴尔胡思乱想的时候，那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后转了过来。这一回头，公爵果然已经准时赴约了，虽然还是那副没什么表情的样子，但配上这身利落的打扮，简直帅得让人挪不开眼。看来这次主动约他出来，真的是选对地方了。基安刚训练完就赶过来了，嘴里一直念叨着热。克洛戴尔赶紧请他坐下，还体贴的递上手，怕想帮他擦汗。可这位公爵大人却是个硬核派，觉得身上全是汗，怕弄脏了夫人的宝贝手帕，干脆说想直接洗洗。克洛戴尔还没反应过来，在这荒郊野外的要怎么洗，结果下一秒，基安竟然当着他的面直接把上衣给脱了。还没等他回过神，基安一个猛子就扎进了旁边的水里，这操作简直太突然了。看着水花四溅的湖面，克洛戴尔彻底愣在原地。这顿野餐还没开始，局面就已经完全失控了。基安在水里游了一圈，总算把那一身燥热给压下去了，整个人看着都清爽了不少。可岸上的克洛戴尔却吓得不轻，觉得这湖水深不见底，万一出点事可怎么办？一直在那儿喊着让他赶紧上来。基安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打小就在水里泡大的，甚至还开玩笑说这儿的水温比他老家暖和多了。见克洛戴尔还是不放心，基安干脆直接伸出手，邀请他也下来感受一下。这下可把这位大小姐给难住了。虽然基安一直强调水一点都不深，但对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要他的命。可看公爵这架势，今天是非要教出个徒弟不可了。基安在水里游得正欢，还不忘对着岸上的克洛戴尔伸手，说躺在水里看天特别美，非要拉着他也下来感受一下。克洛戴尔哪经得住这种软磨硬泡，最后只能提了个条件，让基安必须死死抓牢他，绝对不能让他这个旱鸭子沉底。既然公爵大人拍着胸脯保证了，克洛戴尔也干脆豁出去了。他脱掉厚重的外裙，小心翼翼地坐在岸边，先伸出脚尖在水里试探了一下。本以为湖水会冰凉刺骨，没想到这水温竟然暖洋洋的，特别舒服。看着克洛戴尔慢慢放松下来，基安再次发出了邀请，让他彻底进到水里来。看来这顿野餐注定要变成一场浪漫的戏水了。虽然有基安在后面拖着，可克洛戴尔还是紧张的不行，总觉得这水深得要命，稍微往后靠一点就想打退堂鼓。基安一边稳稳地扶着他，一边还在那儿故意逗他，说他是个胆小鬼，气得克洛戴尔直反驳，说自己这么多年不会游泳也过得挺好。眼看这教学就要进行不下去了，基安突然冒出一句特别扎心的话，他说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到，还谈什么成为真正的提姆尼斯？听到这个名字，克洛戴尔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已经不单单是学游泳的问题了，如果学会了这门本事，就能离那个身份更进一步，那无论如何他都要在罗温继续坚持下去。既然已经关上了他的姓氏，成了名正言顺的公爵夫人，克洛戴尔告诉自己，绝不能在这种小事上丢了脸面。他深吸一口气，彻底放空了身体，任由湖水将自己包围。听到基安让他睁眼的声音，他才发现自己竟然真的稳稳当当地浮在了水面上，看着头顶那片湛蓝的天空，这种感觉简直太奇妙了。之前那些恐惧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基安看着眼前的妻子，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一关他总算是凭着自己的勇气闯过来了。